这么大的鱼，老头杀得有些费力。其实这一道工序林浩来就行，但这是第一尾，老头还是亲自动手。剖好之后，老头先将附着在鱼肚两侧的内脏扒出来。阿国，把鱼肚洗净，中午喝酒。知道了，四叔。林安国在厅中答应了一句，只得放下茶杯来到了后院。这天真热呀！海鱼和淡水鱼的区别就在于此，淡水鱼是没有鱼肚一说的，但不少海鱼都有鱼肚，而且鱼肚的口感相当不错，脆脆的，很是 Q 弹，是下酒的利器。至于其他的，如鱼肝和鱼肠这些，本地人是不怎么吃的，特别是鱼肝，很多鱼的肝部有剧毒，轻易不能尝试。只有一种鱼的鱼肝本地人喜欢，那就是魔鬼鱼。鱼肝油脂丰富，非常的细腻。林浩吃过一回，太油了，倒不是很喜欢。内脏全部扒出后，老头便开始取胶。先是从尾部将鱼胶剥离出来，腹腔粘连的薄膜，这个不用管，直接撕就行。至于连接靠头部的地方，是长在肉里的，轻易撕不下来。老头让林浩将鱼腹完全撑开，他则用剪刀伸到鳔的根部，贴着脊骨给剪了下来。剪出的鱼胶扔进一盆子清水里，老头这才对林浩道：“把鱼肉入库吧，过后给我多几斤，我要带回去吃，就当我的出场费了。”林浩哈哈大笑：“你老的出场费可没这么便宜。”至于说送老头一条胶，他是舍不得的，但他也准备了其他东西，2瓶不错的酒，2条华子，到10根鱼肉一起送给老头，面子里子都有了。而且老头也是个妙人，烟酒他铁定不会卖，只会留给自己享用。拿着中华烟能顺村子转一圈，见人发一支，告诉他人，这是自己阿浩大孙子孝敬的。林浩将鱼肉重新入库，出来后就见老头在向他招手，等他蹲到盆边，老头才道：“洗胶是个功夫活，你四奶奶其实比我有耐心。你看到的血膜、血筋都要一点点的摘干净，这是外面的，里面相对简单些，有一层膜，直接撕下来就行。”老头边说边做，嘴中不停地跟林浩讲解着要领。干胶的储存，你爹知道，回去后直接扔到米缸的底部就行，记着不能让米缸空了，这样能一直保证胶是干的，越放才会越好。鲜胶比不上干胶，新胶比不上老胶，鱼胶是越陈越好的，跟某些地方熏制的火腿有点像。林浩本想说自己会真空储存，但听着老头的讲，大米有很好的吸潮功能，想来放里面也不会错。老辈人的经验是需要听的。洗胶确实很麻烦，老头边洗边和他聊着。这条鱼杀的不亏，四爷爷咋还有杀亏一说？买卖这种鲶鱼是看重量大小，按说越大的鱼鱼胶就越大，但这也不绝对，有的鱼大胶却不大，所以买这种大鱼取胶都带着1点赌的成分，鱼胶越大肯定就是越赚的。你看看这一条胶，长度有40公分了，厚度也够，我估摸着晒出来能得1斤2左右的胶，算是很不错了。这么大的整胶价格，鲶鱼花胶应该能卖到20万1斤，如果是毛长或黄唇黄就会更贵，当然还得看胶型好不好，年份长不长，年份越长价格越高。四爷爷，这鲜胶我看也才2斤左右，能出1斤2的胶？老头咧嘴一笑，伸嘴接过林浩手里的香烟，又就着打火机点燃，眯着眼道：“胶折头本就不大，越是大胶折头越小，像这么大的胶，折头4成就差不多了，等于说1斤鲜胶出6两干品了。”林浩没想到出胶率能这么多，他还以为1斤鲜胶能出个2-3两就不错了。其实他的认知也不错，市面常见的黄花鱼胶多为养殖品种，本来就比野生的出胶率低，再就是鱼本就不大，能得2-3两已经不错了。10斤鱼1两胶，刚刚那条鲶鱼也有100来斤了，出个1斤2的胶也差不多。老头再度解释道：“大孙，10斤鱼1两胶只是一句口语，能达到的还真不多，到了这标准的都是好胶了。”两人聊着天，老头的手可没停，林浩也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好一会，一条胶才洗分好，全身上下白白的，再难看到一条血线。老头又检查了一番，才对也在一边看热闹的陈东道：“后生仔，去拿个筛子来。”陈东答应一声，便去取了筛子，按老头的吩咐担在后院中间。老头将胶铺在上面，还尽量给拉直了。今天太阳足，晒2个小时后，表面的水分蒸得差不多就能定型。去吧，再拉一条鱼来。林浩和陈东再进冷库，没一会又拖了一尾大鱼出来。老头如法炮制，等到第3尾时，老头便叫林浩自己动手，他则在一旁指导，看着没啥技术难度，无非就是要很细致。但按老头说，真正有点难的就是定型。见林浩取的像模像样，老头居然撂手不管了。林浩那个郁闷啊，让你非要表现得那么好学，这下好了，自己挖的坑，含泪也得跳啊。整整1个上午就跟着8尾鱼磕上了，差不多到了12点，林浩和陈东同时直起腰，看着筛子上亮着的鱼胶，长长的舒了口气。东哥，这得找人看着呀，万一被野猫叼走一条，咱哭都没眼泪。陈东点头，
这事我来安排吧，你不用操心。将最后一尾被剖开的鱼再度入库，取胶的活计正式完成。东哥，你比较内行，估一下吧。两人站在筛子前，林浩问道。陈东思忖片刻，还是给了一个相对保守的估值。2条黄唇鱼的晒干能取近2斤的胶，1斤80万能卖。2条毛长的化合一起算60万，5条鲶鱼算80万，一起300万吧，肯定只多不少的。林浩微微点头。那么自己给船工和2个股东的分红，又得加上300万，这就950万了。至于京城拍卖能得多少，现在也没法估。阿浩，那些鱼肉咋办？我可跟你说，别以为只有鱼胶值钱，这么大的鱼，鱼肉同样可遇不可求，抢手着呢。下午我叫人来分割，自家船工肯定要分一些，你这边留一点自己吃，再有钱总、叶总他们那边每人要送点。对了，还有饭店于姐那边还得带一些去京城送人，如果还有剩下的就卖了吧。别看只有8尾鱼，取了胶和内脏，鱼肉至少还有600-700斤，分不完的。我差不多也要留个100斤，有些客情要维护的，同意就按50块1斤跟你算。林浩摆摆手，这个就不算了，没啥好算的，我要的我会拿，剩下的你看着处理。吃饭了，你俩忙好了没？原本说今天中午请所有船工吃饭，但这边的账还没有算出来，所以就只能是延迟到明天。林浩两人赶忙收拾一下自己，又洗漱了一番，中午饭就摆在1楼店铺中间。两人上桌时，3个年长的已经开喝了。阿浩，陪我喝一盅。林浩中午本不打算喝酒，但四爷爷开口了，他还是倒了一杯，陪着老头喝了。敬酒嘛，总不能敬一个，敬了老头2杯，又敬了陈父2杯，他这才开始干饭。陈东老婆的手艺真不错，比自己嫂子要好，一小盆爆炒鱼肚火候掌握得非常到位。至于陈许，之前那是妥妥的厨房菜女，现在倒是有意在和饭店的厨师学，有点像模像样了。饭后，老头没有急着走，就坐在那跟陈父他们闲聊。到了2点多，他就开始给半干的鱼胶定型。这道工序说通俗点，就是用手捏，尽量把原本挤在一起的胶用手捏大一些。饭后喝茶多惬意，结果刚坐下，就见老猫和柱子先后脚的骑着摩托车来了。怎么样，胳膊好点没？见到两人，林浩让2人坐下歇会，一边给他们泡茶，一边笑着打趣道：“我和猫哥都还行，阿策他们可受罪了。听阿策爹说，那小子昨晚嚎了一晚上，一会喊酸，一会喊胀，还是他老娘给他一直揉着才睡着的。咱离市里还是远了些，镇上又没有推拿店，不然带他们去推拿2次会减轻不少。”林浩刚说完，老猫就摆手道：“哪有那么讲究，疼1次长筋呢？下次就能干些。”阿浩，你叫我们来是干啥？柱子岔开话题问道：“帮我剁鱼。”柱子听得有些懵，剁鱼？剁什么鱼？老猫倒是知道林浩留了好几尾大鱼，此刻问道：“取好胶了。”林浩带着2人来到后院看了眼已经取好的胶，真好，乖乖，个个都这么大。老猫惊叹，连四爷爷在海边生活这么多年也难见几尾大鱼，老猫就更别说了。阿浩，这一条胶怕不得就能卖个几万块啊！柱子显然对价格不是很敏感，所以估得太低了。差不多，走，咱先分鱼肉，我先说说我的要求。林浩说及自己的要求，平均每尾鱼按3斤的样子分，鱼头单独剁下来，他要留着自己吃。他蛮喜欢吃鱼头的，当然得是大鱼，小鱼的鱼头实在是吃不到肉。带2个黄唇鱼头去，让阿珂拿着去做剁椒鱼头，就问你这盘子鱼头该卖多少钱。老猫和柱子一人一把刀开始忙碌起来。大鱼是要先去骨的，没有分解金枪鱼那么细致，但大体步骤也差不多。回了村，路上碰到不少人，都在问他2船货到底卖了多少钱。现在全村上到8旬老汉，下到5岁稚子，都知道林浩这一趟又发财了，带回来几万斤的海货，而且个顶个的值钱。阿浩，货全卖了吧？真有500万。阿浩，这次跟着的船工能分多少啊？听说船上还要招人，我家小子人还挺踏实，要不上船试试？阿浩，听说你一下子捕了好几条金钱鲶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们有些夸大，没那么多渔获。林浩随意的回了一句，至于其中有一个说自己儿子踏实的，他直接就当作没听见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对方儿子和他还是同学，是啥货色他能不知道？说话大点声都能吓得一哆嗦。林浩带上他的话，真怕海上一个浪打船上，把那小子吓哭了。回到家之后，阿和又来叫他去吃饭，老太太已经做好了晚饭。好点没？前晚阿奶给我用热毛巾敷了2小时，昨天感觉就好多了。阿和还摆了摆自己的胳膊，证明已经没啥事了。林安国正在和老太太喝酒，就听老太太道：“大国，家里的咸鱼不多了，这次的鱼货能不能留点小鱼，腌制一点？”中原地区一般腌制食品会在秋冬2季，以冬季居多，但本地不一样，并不太讲节气。我明天上午有时间去收购站，到时带回来一点。林浩突然心思一动，
话说咸干的黄唇鱼吃起来会不会与众不同呢？这个想法一出现，他就萌发了试试的心态，拱了拱阿和，两人走到外边抽起了烟。哥，有啥事？明天你到收购站黄唇鱼和毛肠都拿些过来，一是给大家分分，二是留个几块肉，让阿奶帮着腌成咸鱼。阿和瞪大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好一会才愣愣道：哥，腌黄唇和毛肠，这个怎么腌？该咋腌就咋腌，腌咸鱼阿奶拿手。不是哥，我的意思是这些鱼肉可遇不可求，腌。听我的，你不想尝尝咸的是啥味道？想。阿和老实回答，不过片刻还是一脸纠结的道：哥，咱这算不算暴殄那啥？会不会遭雷劈啊？滚！等一下进去，先不准跟阿奶还有我爹说。哦，你也怕挨揍是吧？林浩瞪了他一眼，瞎说什么大实话。林浩有个好习惯，就是不怎么睡懒觉，即便在家不出海时，他基本也不到7点就起床了。今天天气算不得好，风挺大的，而且天也阴沉着，估计下午会下雨。他正打算去买菜，结果林平就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啥时回来的？今天阿远要念书，昨晚11点到的家，太晚了我就没过来。今天请船工吃饭，还是在我那边吧。行吧，老宅地方确实小了，可惜自己的房子还得再晾1-2个月，否则在新宅才最好，地方大，使得开。那我去买菜，你要不请罗婶再帮着忙一下？这天太热，阿奶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菜不用你操心，不少我昨天在镇上都订过了，等一下去拿就行。林平也没啥异议，倒是说起了另外2件事。阿浩，昨晚市里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昨天海上真发生地震了。哪块地方？林浩一怔，他不怎么关注本市的电视频道，今天太早，村里人也还没议论开，所以他还真不知道。我刻意查了一下地图，离我们捕鱼的那片海域往南30多海里，离全市不远，听说是4.6级。要是我们没有赶回来，当时在那片海域应该能感觉到。海上地震所产生最大的灾难就是海啸，但不是每次地震都能产生的。地震的强弱程度、震源深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但若是他们没有赶回来，还在那个海域的话，还是非常危险的。若是地震波及，区域范围内浪必然会加大。自己的船说大还真说不上，是抗不住突然而来的大风浪的。还有件事，新闻还播了，上次的冰雹，另一个震沉了一艘船，父子俩到现在没找到。林浩比听到地震时还要吃惊，愣了好半天才道：不是大哥，那冰雹也不是很大，而且也只下了10分钟啊，咋就沉了船呢？具体是不是沉了也不清楚，反正搜救快2天了，现在人见不着，船也见不着。一大早的好心情，在听到沉船后彻底消失，再度起身叹了口气。在海上作业，就是在拼8字硬不硬，硬上山莫下海，这可不是瞎说的。海中的危险，很多是没办法预测的。每年都有人葬身大海，也就他们村好几年了，没听到有人落难，所以一时之间他才有些接受不了。那家啥情况？不清楚，新闻里也没说。阿浩，在海上这事实有发生的，咱以后可不能太激进。林平说到这里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道：要不从今天起，以后你不要再出海了，我带着人就行，不还有猫哥帮着吗？林浩今天很忙的，中午请所有船工吃饭，下午他还要赶到省城，傍晚的飞机飞京城。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只是乍一听到同行落难，心中戚戚是少不了的。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决定，打算为这些落难的家属做点什么。不急，等从京城回来，他打算去市里和领导汇报一下，看怎么开展。至于大哥的提议，那更不可能，自己的命是命，大哥和船工们的就不是命了。大哥的心思很单纯，想着就算在海上出了事，家里还有个他，能把这个家维护好，能帮着自己尽到孝道。饭局结束，大家全部挤在了不大的中厅。林浩提着一个大箱子，砰的放在桌上，对着众人道：今天大家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拿到的，我希望都不要外传，我们自己发财就行。几个妇女听这话就要起身，林浩见此再度开口：当然没必要瞒着家里人，哈哈，也瞒不住。阿浩，你放心，我们嘴严实着呢。首先表态的是老猫老婆，她也是这么想的。要是别的妇女，自家男人能赚大钱，恨不得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但她是苦过来的，就怕说出去坏了事，以后一次比一次少了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左右邻居也只知道老猫比以前好点，毕竟又买了地基盖房子。是啊，阿浩，我们都不是碎嘴的人。要是平时他们说这句话，打死林浩也不会相信，但这次他倒是觉得可以相信一下，因为这关乎到自家人的前程，关乎到实实在在的钱。还是那句话，林浩要是开口说招船工，估计隔壁市都会有人跑来竞争，这样的机会不能因为自己的大嘴巴而断送了。主要还是不想太张扬，我们闷声赚钱就行，不然以后这村我也不能待了，天天一堆人跟着我后边，让我带着他们出海，咱船也就那么大，能用几个人？我总不能把现在的人员除了，重新招人不是？一句玩笑话，但透着的意味
估计连在隔壁房偷听的阿远也明白。好了，这次大家辛苦，提成就不分船了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只此一回，下次我们按2艘船的平均值来拿。目前处理掉的海货总共卖了652万。听到这个数据，没有人欢呼，船工们皆是双眼带光，和自己旁边人挤眉弄眼。而几个妇人这会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了，个个张大嘴，好像连呼吸都忘了。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阿浩这一趟出去赚了有500万，他们当然也听说了，但在他们看来外边传的多少有些夸大，而问自家上船的人，他们又不愿意多说。这会一听数字，好吗？不是夸大，感情这帮人已经在收着说了呀。恰在此时，又听林浩道：“我留了几条大鱼取交，大家也知道，这部分肯定要算进分红里的。”阿浩，这个就不算了，哪有船东吃了鱼还要给船工算钱的？老猫打断了他的话，也算是一种表态。是啊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柱子赶忙附和：600多万，他现在是大富，提成是1.1%，能分进7万块，已经给的够多了。阿浩哥，那个钱不能算，我们也不能要。阿晨的话永远是那么的直来直去，其他人纷纷表态。林浩笑着问道：“你们不后悔？那鸡尾鱼可值钱？”开了句玩笑，又郑重道：“我是船东，那么怎么分就听我的。我跟东哥估了一下值，就按300万来算，所以这次我们的总收入是952万，这也是大家提成的数字。”几个妇女浑身都在抖，双目无神，脑中都在算自己儿子或丈夫能拿多少钱。对了，几个新加入的，我再重申一下，上船满1年涨你们的提成，也别因为现在比别人少而觉得不平衡。第一批柱子他们，林浩当时允诺的是3个月，提成从1500涨到110，但从阿四阿友开始，时限就涨到了1年。倒不是林浩真就想着克扣这一点，但总得把新老船员的收入拉开点距离，再往后加入的，刚开始的提成或许都会降，即便转正也达不到110了。钱都在这，拿到的就走。对了，阿和，把鱼给拿出来。阿和答应一声，叫上阿晨帮忙，两人又从林平家的冰柜里将早先分好，上午阿和运回来的鱼拿了出来。这次那些杂鱼我就没单独留了，但咱是讨海的，总不能让家里没有鱼吃。我杀的几条大鱼肉，每人分一点吧。鲶鱼最多，一人分5斤肉，毛长1人3斤，黄唇鱼最少，一人只有1斤。林浩端起杯子润了口有些干的嘴唇，这才接着道：“现在我念到名字的，先来拿钱，再到阿和那领鱼，领完就可以走了。”第一个叫到近前的是吴病，你比较远，带着现金危险，等一下叫阿和陪着你去镇上，先把钱存了。知道了，阿浩哥。你是1500的提成，提成是47600块，钱在这，你先点清楚。吴病接过钱，又从桌边抽了一个黑色的方便袋，将钱往里一装，压根就没有清点的意思，扭头对阿和道：“阿和，鱼你先帮我留着，我过会来拿。”又看向林浩：“阿浩哥，能不能把3轮车借我骑一下？我先去把钱存了。”去吧，小心点。林平起身道：“我骑3轮车带你去吧，这样安全点，鱼也带着。你存了钱，刚好在镇上坐车，就不用来回跑了。”两人离开，林浩接着叫到近前的是夏守业，然后是陈宇峰，相继还有阿思、阿友拿1500的最后一名。大家拿了钱，领了鱼，个个皆是兴奋不已。阿思拿好鱼，对着自己老娘道：“阿娘，我们先回吧。还有你弟。”阿友又不是不认识家，3步路的事，还怕他走丢了。阿思说着，还上前拉了一把。他不是怕自己老娘留下看阿友领钱，他是怕对方没有轻重，要把所有人领的钱都看一遍，这样就不好了。阿浩发钱都是从少往多发的，发了就让走。虽说拿的少的也能算出猫哥他们拿多少，但没有亲眼看着，心里的倾斜和不平衡就会稍稍的小一些。接下来剩下的都是老船工，拿的全是110。先是阿策、阿杰、阿晨3人的，每人95200块。接着是柱子的，他是104720，并没多少。之所以多这么一点，也是想着把岗位给区分开，至少让大家明白，在船上柱子说话也是顶用的。老猫拿的最多，他是13的提成，总数是124000块。大家不仅拿了钱，还提了些稀罕的鱼肉，不仅有黄唇鱼，就连毛长跑海20多年的老猫也是一次没吃过呀。这玩意刺身咋样？老猫提着鱼看向林浩问道。林浩摇头，没试过，但想来应该也不错，你晚上可以偏一点试试。你这么好嘴，这是打算咋吃呢？老猫打趣了一句。林浩还没说，阿和接口道：“我哥打算腌成咸鱼。”拿着鱼腌咸鱼，老猫都惊出了鹅叫。林浩瞪了一眼阿和，这才解释道：“腌个几斤，我就想试试味。”老猫摇了摇头，还是觉得太暴殄天物了，但他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，玩笑也开，但从不过火，不再纠结此事，聊极了正事。明天我跟柱子去看一下船，这风还得刮几天，又不能出海。阿浩，那张双拖的网我明天会拿下船找人补，新网就不必买了，补好后咱出海还是带着一起吧，说不准又能用得上呢。行，听你的，补网的钱到时多少说个数。老猫摆手，
已经向外走了。猫哥，我送你去镇上。阿和追出来道：“你也喝酒了，敢动车子？哈哈，就几步路，我走就行。”老猫是骑摩托车来的，但现在喝了酒，他不敢动。他明白，如果自己现在敢动一下，估计林浩能立马翻脸。好在到镇上也不远，自己和老婆两人到镇上就能叫到车。隔天一早，林浩起床后也没有叫大玉去了正在布置的拍卖会场。刚进去，上边不仅有天浩的介绍，还有兴隆水产的公司简介。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大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目前还没有，时间虽然紧，但准备得很充分，挺厉害的。这些易拉宝和宣传彩页居然这么快就排版印好。大玉翻了个白眼，你这脑回路，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我们可不得跑断腿。这些是阿珂在京城这边印制的，快是快了，但成本可是平时的3倍，值了。林浩也就给了这2个字的评语。会场没啥好看的，旁边有一个大冰台，足有40米的长度，现在还没有上冰，正式开拍前会上冰，并将所有拍品放在上面，向竞拍者展示。倒是每个拍品摆放的位置倒是提前定下来了，也立了介绍的小牌牌。第一个就是黄唇鱼，介绍上写着鲈形目石首鱼科黄唇鱼属鱼类，属珍贵海鲜，因长期生于海底激流中，所以肉质紧实鲜嫩，口感爽口。最有价值的为其鱼胶，被誉为花胶之王，胶中孤品。这是谁编的？什么叫编？我和东哥一起商量着写的，都是事实好吧？林浩鄙夷地看了他一眼。我要不是昨天中午吃过黄唇鱼肉，我就信了。昨天中午他还真吃了。怎么说呢？本以为能产那么好胶的鱼，又和大黄鱼同属石首科，鱼肉肯定也很惊艳，但入口的那一刻他就失望到家了。鲜甜味比不上鲳鱼，就是比鲈鱼也不及，肉质粗糙，口感真的很一般。接着往下看，看到最后一个要拍卖的商品时，他都惊了。东哥怎么把这也带来了？拍品没摆上，但留着那么大的空档，还有标牌上清晰的写着黄带鱼3个字。标签下边的介绍更有意思，黄带鱼命名为黄，自有高贵之意，这是目前海洋中最长的硬骨鱼类，也是最接近于龙形的鱼。若是制作成标本陈设，自有镇宅招子之味。好嘛，就是一句不提这鱼难吃是吧？嘿嘿，东哥说了，这鱼在市里卖不出价，但在京城肯定稀奇。反正咱也没说假话，这要是做成标本多霸气啊！大玉，咱是为天浩打广告的，就这么避重就轻，怎么都有点忽悠的意思，总会有人感觉上当了。林浩严真意切地说道，不能为了抬高拍品的这点价格而本末倒置，忘却了这一趟最主要是为宣传天浩的目的。林浩叫来布置会场的服务员，给我拿2张卡片，再拿一支记号笔来。东西拿来之后，他接过趴在旁边的桌子上，略一沉吟，先写了一个黄唇鱼肉，较寻常鱼口感上佳，但因鱼太大，肉质略显粗糙，其贵在胶。想了想又补充道，花胶具有美容养颜、补肾益精、提升免疫力等作用，对女人产后风劲有奇效。你这不也在夸？我这是陈述事实。林浩对了他一句，接着又拿起另一张卡片写道，黄带鱼肉柴，微酸，纯粹食用，非上选。写完之后，将2张卡片各自放在之前卡片的旁边，齐活。上午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恰在此时，林浩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来电，他笑道，这不是就来了？走吧，我俩一起带你看的明星。说完便接通电话，冰冰姐，我在酒店2楼。好的，我这就下来。范冰冰，怎么你喜欢？开玩笑，范冰冰矮，你不喜欢？电影手机里的5月演得太洒了。林浩微微一笑，范冰冰攻气十足，还真有很大一部分男人就喜欢这样的，更何况她的长相基本算是符合80%以上男性的审美，初代网红脸可不是白叫的。要见的是李冰冰，本以为大玉会失望，结果一见包厢，他就激动地喊道，哇，李冰冰，我超喜欢你的，天下无贼，你演得太好了。林浩都有捂脸的冲动，你丫就不能矜持一点吗？默默拉开一点距离，很想和李冰冰说一句自己不认识她的。谢谢你的喜欢。林浩的目光则看向他身旁跟着的一个女人，与李冰冰差不多的打扮，长相和气质都很相近，至于年龄看不出谁大，反正应该相近。林总您好，我是李雪，冰冰的妹妹，也是她的经纪人。林浩恍然，怪不得像，原来是亲姐妹。林浩，这是我们天浩农业科技的总经理刘忠玉。介绍之后，双方落座。李雪的目光先是不着痕迹地打量了好几眼林浩，接着又转到刘忠玉的身上，心中还是蛮吃惊的。听姐姐说过林浩很年轻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林总和刘总还真是年少有为。林浩淡淡一笑，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到了李冰冰的面前。2位先看一下，这是天浩的简介。见他如此动作，李雪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，眉头微微一挑，便拿起打开，两人一起看了起来。我想请冰冰姐作为天浩的代言人，具体的费用和合同年限都可以商量。李冰冰正想答应，李雪却当先开口，林总，您这份资料说实话有点过于笼统了，这样我们是没办法直接签约的。
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您这边没有异议的话，我想和我姐师弟去天晴看看，毕竟代言一个品牌，总要对双方都负责才行。应该的，那就扫他相迎二位的到来。林浩又从包里拿出2张入场券。下午有个小型的拍卖会，都是一些海鲜，是天晴组织的。二位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凑凑热闹。不等两人回复，林浩的手机响了，他说了句抱歉后便接起了电话。来了，我就在1楼的咖啡厅包厢内，你过来就是。电话挂断，他没有解释是谁，对面两人自然也不会开口问。李冰冰又提及请他吃饭的事。在漂亮国那次要谢谢你的，给个机会，中午一餐吃顿饭。我请吧，就在酒店的2楼就行。你还真有雅兴，大上午跑这来喝咖啡。看到里面有4人，而且是2男2女，于伐科明显一怔。李冰冰姐妹看向来人，李冰冰还在想来人是谁，因为她感觉有些眼熟，倒是她旁边的李雪一眼就认出了。于总您好，我是李雪，华谊兄弟的，这是我姐姐李冰冰。语气中5分尊敬5分恭维。于伐科轻哦一声，看向李冰冰道：我知道你演的独自等待是吧？都坐下吧，站着挡光。林浩见他们都站着，出口提醒。于伐科落座后，很自然地接过林浩倒来的一杯茶，一饮而尽，松了松领带。我说你俩下午不会就打算这么穿吧？我们又不是主角，你才是，穿的跟唱戏的似的，谁认识我是谁啊？大玉好笑地打趣道。损友都是损友。于伐科看向林浩吐槽道。大玉之前还不错，你看看才和你接触几个月都变成啥样了，你啊责任大了去。林浩没管他说什么，3人总不能老自顾自的玩笑，旁边还有2位女士呢。李经济怎么认识阿珂的？他不是很关心，纯粹是没话找话。于总可是我们京城有胸襟有气魄的企业家，听说这次奥运会一捐就是1个多亿，能赚钱又不爱，还这么年轻，在我们京城真是所有商界人士的楷模。没有说出是怎么认识的，逮到就是一阵的吹捧。于伐科笑了笑，一指林浩，他比我捐的也不少，你看这就是差距。我捐点款恨不得全京城人都知道，人家呢捐款估计他爹和他哥都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心中无私。林浩一怔，这货咋知道自己捐款的事，自己爹和大哥都不知道的？李家姐妹的神情一愕，随即看向林浩，吃惊是不可避免的。现在的片酬还没有疯涨，1个多亿对于明星来说还是很多的。大玉，你在这陪一下2位女士，我找阿浩还有点事。于伐科交代完大玉，又看向李雪道：别急着走，中午赏个脸一起吃个饭，说来都不是外人，我也是天浩的股东之一。于伐科多精明，虽说林浩联系李冰冰他不知道，但进来看到人时差不多就猜到了。李家2姐妹听到天浩中还有于伐科的股份，皆是双眼一亮，这一层关系2人就在想怎么搭上呢？若是自己真代言了天浩的产品，这不就有了一层合作的关系？看似不算什么，但关系嘛，都是从认识到相熟的。不过李雪还是没有武断的答应，起身相送于林2人离开包厢。面对2位美女，一直还算活络的大玉突然不知该说什么，倒是李雪很是善解人意，主动挑起了话题。大玉也没怎么设防，所以没一会李雪就知道了3人的关系。这么说天浩的投资过亿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接下来1、2年1个亿肯定是打不住的。阿浩是打算未来3年的投入在3个亿左右。听到这么多，李雪微微吃惊。林总是绝对控股？天浩的股份很简单，我占3%，还有这次同来的陈总占5%，阿珂占15%，剩下77%全是阿浩的。李雪犹豫了一下，又问道：刘总，冒昧的问一句，林总的主业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不等大玉回复，李冰冰抢先道：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他说他是个渔民，哈哈。大玉也笑了笑，点头道：他其实不是骗你们，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渔民。别看他现在亿万身家，只要不出去办事在家时，都会跟着船出海的，很辛苦。按他所说的话，大海是他的根，他就像一尾鱼一样，这辈子是离不开大海的。李雪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说了，亿万身家的大老板，哪个不是整天攀关系，出入酒局，品茶谈项目？这一位倒好，没事就出海捕鱼，万一有危险了呢？大玉见话题又冷了下来，便说了句，起身上了趟卫生间。他刚走，李冰冰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阿雪，林浩人挺不错的，虽然年轻但非常的沉稳，你咋还拿起枪来？很多人还盼不来这一层合作关系呢。李雪笑看了眼自己姐姐，要说这部分的智商，自己姐姐还真的没多少。我们去一趟林浩的老家，这本身就是加强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，你明白吗？李冰冰老实摇头，李雪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你不用知道，放心吧，我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话说林浩看你的眼神很干净啊。
你还想他怎么看我？我可是你亲姐姐。就他的身家、长相、年纪，就算比我小，真要是能当我姐夫，我也就认了。李冰冰伸手就要去捂他的嘴。别乱说，他为人很正派的，在漂亮国时，邓女士也试探过他，他都没有接茬，更何况这是国内。该不会是弯的吧？李雪看了眼自己姐姐，说倾国倾城有些夸张，但肯定是算漂亮的。林浩年纪轻轻，身材那么好，说明也勤于锻炼。这样的大小伙子就没一点其他的想法，好像也不正常。圈里的人见多了，大佬们看女人的眼神，他也见多了，都一个鸟德性。李冰冰正在说，却见大玉敲门再度走了进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姑娘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可是彬彬姐的影迷。现在粉丝一词已经普及，但没有几年后那么夸张。又闲聊几句，李雪假作无意问道：“刘总，你这还带着家人呢？林总是不是也带了女朋友过来？别告诉我，他那么优秀到现在还单着。”他都订婚了，好像年底就要结婚，他老婆在家有事要忙，所以这次没有跟着。你们要去天浩，到时肯定会见着的。于伐科带着林浩来到了5楼的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居然有5、6个人。这些都是我聘请的科技精英，他们看过你说的那些功能方案，一直想见见你。林浩有些头疼，自己几斤几两自己清楚，跟这帮人聊天，估计2、3句就得漏气了。好在这帮人也没有太过为难他，大家讨论片刻，他们无非是问林浩是如何想的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之类。差不多1个来小时，林浩说的口干舌燥。阿珂，中午了，我另一边还有客人呢。于伐科放过他，打了个电话给大玉，让他把客人带到之前安排的包厢内，陆续上菜。还真有一道黄唇鱼的剁椒鱼头。怎么没拿到湘菜馆？你尝尝，这里做的也蛮地道。这不忙吗？没时间过去。林浩又指着几道菜给3位女士介绍起来，都是自家渔船捕的纯野生，你们尝尝。几千块1斤，就算买也得靠运气。大玉看似是说给自己女朋友听的，实则就是告诉李家姐妹，这一餐档次不是一般的高。说几千块1斤有些夸张，但要细追究也没毛病。就算他们自己要买，也得掏几千块1斤的价格买整尾的。于总、林总，不知道下午的会场还有座位吗？我这边还有几个朋友想来见识一下。李雪这是主动示好，打算叫来一部分自己的人脉撑撑场面。林浩看向于伐科，这是他不好自己拿主意的，毕竟今天来的人都是于家的人脉。于伐科笑着举起红酒杯，敬了一下李雪，这才道：“当然有，那就谢谢李经济了。”李雪得到肯定答复，告了声歉就出去打电话了。毕竟拍卖下午2点就开始，这会都12点多了，总要提前点通知，大家来这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至于他们会不会来，李雪一点不担心，只要说这是于伐科组的局，这帮人肯定会跑断腿的。圈内煤老板是凯子，这帮人时隐时现，没涨价时就看到他们活跃在娱乐圈中，寻求与女明星的深度合作；没降价时，他们又会缩身藏影。而真正的大资本如阿里、鹅厂这些还没有入圈，所以现在像于家这样的企业家才是圈中追捧的大佬。你怎么这么能吃？李冰冰见林浩都成第4碗了，很是吃惊。林浩看了眼一手可握的小碗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这才哪到哪，也就发挥了3成的水准。太羡慕了，我只要稍稍多吃点主食，体重就会增加。你怎么吃这么多，身材还能维持得这么好？饭后闲聊，李冰冰再度郁闷地感慨道：“有些人喝2口西北风都能长半斤肉，而有些人胡吃海塞就是不胖，你说气人不？”休息片刻，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大家相继地赶往会场。作为东道主和举办方，理应迎来客的。其实刚开始，于伐科的想法是把这次的拍卖委托给大拍行，比如说保利、嘉德这样的，但时间上根本来不及。这些大拍行动不动就是1、2个月的筹备期，他们这次的拍品虽是冰鲜，但也架不住这么长时间的耗，到时彻底变成冷冻食品，跟鲜字可就不沾边了。所以于伐科还是请了一个职业拍卖师，又好语相求了自己老子，这才在短时间联系人来捧场。他们到了没一会，便有人受邀而来，感谢金总捧场。于伐科与来人握手之后，又介绍起旁边的林浩，这位是林浩林总，天浩的大股东，我的合作伙伴。自然还要介绍一边的刘忠玉，天浩的直总。现在的牌面不大，但5年之后想来会大不一样吧。原本不当回事的金总立刻转换成笑脸，主动伸手。真是年少有为啊，跟你们和于总站一起，我就觉得自己该扫进垃圾堆了。正是因为年轻，才应该向前辈多学习。林浩说话的尺度把握得很好。参加的拍卖会不少，海鲜的还是第一个。林总，你是行家，说说主攻方向。林浩也拿过一个宣传彩页，指着上边的黄唇和毛长道：“拍下来后，找个好点的手艺人取胶，想来嫂子会喜欢。女人吃了有好处，美容养颜。当然，若是家里有孕妇，也可以备点。产中净正，产后调养都是极好的。”金总是京城人，
从他的姓就能推断一点，应该是100年前遗老遗少的一只，很多改单姓都改成了金，所以他对海鲜真的不了解。现在听林浩的解说，他也并没有太往心里去。金总入场之后，林浩听着于伐科的介绍，知道自己没有猜错。现在还摆谱吗？敢摆，摆给谁看？还有人带他玩啊！不过老金人还不错，跟我爸关系挺好，经常交流藏品心得，也是个玩主。没在闲聊，因为又有人来了。这次来的是个年轻人，居然穿着一身的迷彩服。柯子，你这越混越回去了。什么海鲜还要弄这假阵仗？打个电话，哥儿几个一分不就得了？咋的？怕我们吃白食？对，就怕你们吃白食，就你们那德性，还吃的少了。迷彩服原本一脸的魂不吝，见于伐科开队，他面上顿时浮现谄媚的笑容。柯哥，我的金鱼哥，咱哥几个一起玩，谁买单不是买是吧？梨儿是这么个理，但咋每次都变成我买单？我属驴的，好欺负是吧？行了，别扯淡，给你介绍个人，我兄弟林浩、刘忠玉，亲的给我照着点。得，49成有事哥们开口，我要是打一句半来，直接往嘴上抽。迷彩服说着，还将脸往林浩面前凑了凑，抬手在自己脸上拍了拍。宋瑶，你俩叫他瑶子就行。于伐科笑着介绍，我这瑶子可没小姐介绍。宋瑶哈哈大笑，似乎对这么一个不算好的称呼毫不在意。进去吧，有时间我带你一起去阿浩家玩。你不一直吵着要出海吗？他有好几艘船，从吊船到作业渔船都有。有，那可是我亲哥们浩子，你可得记着我点。进入拍卖之后，林浩觉得此行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至于能拍多少钱，他还真的不怎么在乎。浩子，这鱼味道咋样？姚哥，弦子吃过吧？3刀的口感干香嫩滑，鱼味非常足，跟弦子的鲜甜有点像。咱那边老食客们说过一个口诀：鹦鹉嘴、斑马身、梅花鹿尾，3刀王，清蒸好，煎封可，干香鲜滑皆可尝。有，那倒是可以尝尝。说罢，他便举起了牌子。我说，你1个月的零花钱也就那么一点，够买1尾鱼的吗？没事，这不由你吗？我举牌你买单。宋瑶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。这尾3刀的起拍价是888元，非常低了，算是开胃小菜。在林浩看来，这尾鱼超过1500块就没有性价比了。没成想才几口价，价格居然直接到了6000块。转瞬之间，他也想明白了，一方面这帮人是抱着捧场的心思，另一方面或许也有想着拔个头筹的想法。他还看到那个黄总也举牌了，叫的价格是8000块，不过很快就被另一桌超了，而且叫得很豪气，开口就是1万。那位是谁？于伐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眼，姓童，港城中华厂商联合会的，目前在内地投资房产，和我爸挺熟的。林浩了然，港城人对于3刀那可是相当追捧的。1万块在场没人掏不起，但大家都是生意人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内心认知的价值。一尾3刀鱼再往上抬也没必要了。接着拍的是一尾4斤多的金木雕，价格6800块拿下。那尾11斤多点的斗昌，则是被宋瑶以9000的价格收入。让林浩又一次没想到的是，那尾没啥价值的黄带鱼，居然引起了疯狂的竞价。原本剁了10块1斤都卖不到的货，现在居然被叫到了8万多。就这还不算完，依旧有那几个人在竞相出价。突然有点心虚，不过细想又没什么，反正自己已经在标牌上写得很清楚，这玩意的肉不好吃。最终被那个来的比较早的金总以12万6的价格拿下。黄带鱼之前称过，重量是372斤，等于说每斤摊到了300多块钱，这价格也太恐怖了。又经过10多轮，剩下的全都是重头戏了。那尾重113斤的闽鱼被一个老板以43万的价格拍下，而126斤的毛长则拍出了92万的天价。最后那尾黄唇鱼竞价更为激烈，最终被渔夫以212万的价格从那个港城老板的手中夺得。历经2个多小时，拍卖结束。晚上9点多，送走所有人后，于伐科拿着小曾递过来的报表，跟着林浩来到了他的房间。没一会，陈东和大玉也过来了。小曾把账算了一下，钱呢，估计要明天才能全部到账，不过大部分都是熟人，不必担心。这次总共拍卖了511万，大头都是几尾大鱼创造的，这是农副产品交易，税这块就不用考虑了。我这边前后后的花销就算11万8，剩下的500万，明后天我会转到阿浩的账上。还是把于叔拍的那尾鱼剪掉吧，算是我孝敬他的。于伐科笑了笑，你自己和他说，我要跟他说，那是找骂呢。林浩也不再纠结，看向陈东，东哥，这次你按10个点提吧。再就是大玉，你
有我啥事？我就是公费来玩的。林浩想了想，点头。行吧，你的就不算了，等天浩迈上正轨吧，到时我送你一套婚房，城市你来指定。你说的，我要在马尔代夫你也给你买个岛，让你当岛主去。林浩开了个玩笑，又看向于伐科。我开饭店的事你知道吧？于伐科心思一动，你的餐饮公司接受注资，你投2000万，我和东哥各让出10%的股份，京城这边可以考虑开展了。不过这边我不管事，全部由你来负责。20%的股份太少了，要不我投5000万，给我40%的份子。爱要不要？2成我都觉得多。行吧，就听你的。你啊，一点便宜都不让我占。于伐科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，随即将此事放一边，又问道：东哥和大玉都来了，那就别急着回去，明天我安排人陪你们在京城玩2天。对了，你的票明天一早小曾会送来。陈东无所谓，阿浩船上的货全部处理了，一些零散货自己爹在家收就行。大玉更不想明天就走，好不容易和自己女朋友聚一次，总得多腻歪2天。听林浩说没时间去家里，于伐科也不再逗留。他离开之后，陈东便问及林浩：你明天就回？我要去一趟东北，和人联系好的。有事？之前钓鱼比赛时认识2个东北的朋友，一直邀请我去玩，这次刚好有几天闲暇，我就过去看看。陈东知道林浩肯定还有其他的事，但见他不说，也就不再细问了。2人回了自己房间，林浩先给大哥跟阿和发了个信息，告诉他们这次拍卖的情况：500万，去除陈东的提成，还剩450万。他打算再留50万给大玉，至于怎么来给，他还没有想好。剩下的400万，有大哥跟阿和各2成的。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0点多了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给张哥去电话，结果对方发了信息来，问他忙好没有。他当即拨了电话过去。哈哈，是忙完了，明天啥时候的飞机，我就在吉林等你。张哥，这次可真要麻烦你了。你就客气吧，快点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刚子也是明天的飞机，你俩或许还前后脚呢。又聊了几句，知道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叫抚松的地儿。对于东北，林浩很陌生，曾经的他也没去过一回，只知道东三省很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洗漱一番，躺床上复盘这次京城之行的收获。几百万的现金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天浩也算是雏鸡出名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事会不会有发酵。大玉，阿浩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东哥，她是你妹夫，你都不知道吗？阿浩是很有钱了，我也是今天才听阿珂说，他上次在京城一捐就是1个多亿。陈东吃惊，还在思考，又听大玉讲道，阿浩上次回国还和我说要我买漂亮国瑞丰的渔业销售公司2%股份，你知道瑞丰渔业公司的市值多少吗？陈东再次吃惊，微微发抖道：多少？目前市值6亿多美刀，换算成国内货币40多亿啊。瑞丰的股份也很简单，阿珂叔叔占2成，阿浩占4成，阿珂的占4成，相当阿浩的股份换算成国内货币20多亿了。你说他有没有钱？这还是我认识的穷小子林浩吗？我的妹夫现在怕是全市首富了。我的天啊，看来不能小看这妹夫了。对了，阿雪知道吗？他捐款的事和在国外办公司的事都没有听他提起过。我的天，要不是这次来京城，我都不是知道阿浩的事。东哥，你不要和阿浩说是我告诉你这些事的，要不这货会骂死人的，哈哈。放心，我当作不知道。2人不知不觉地聊到深夜，才各自休息。吃完早餐，他又跟陈东、大玉打过招呼，这才坐上车直奔机场。林总，您这边还有什么安排吗？航站楼前，小曾将他的行李提下车后问道，又指着一个小号的行李箱：这是您托于总帮买的礼物。谢谢你小曾，我这边没事了，下次记着跟阿珂一起去我家玩，到时我带你出海抓海鲜。好，谢谢林总。经历2个多小时的飞行，下午1点多，他抵达了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。经历2个多小时的飞行，下午1点多，他抵达了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。刚出航站楼，就看到了张哥。阿浩这边。张哥，等久了吧？哈哈，我可是掐着点来的，饿了吧？不过咱得再等会，刚子的飞机2点半，接到人一起吃饭。在飞机上吃了。张哥给他打了一支烟，快给我过瘾。林浩大笑着接过，就着张哥手中的火点着烟，深吸了一口。我第一次坐飞机比较早，当时机票可难买，不说专门服务于达官贵人和老外，但平头百姓确实难买票。那年我19岁，还是蹭我一个叔公的关系，从长春到京城去。乖，那时候的飞机服务比现在都好，不仅可以在飞机上抽烟，还有毛子喝，真过瘾。张哥说的眉飞色舞，
显然对于那一次的经历印象深刻。那你没喝醉？那时年轻酒量足，不过下飞机时也晕乎乎的。反正那一趟别人赚没赚我不知道，我可是喝了近1斤的毛子。年轻嘛，也没啥不好意思，喝完1杯我就要，哈哈。两人皆是大笑起来，脸皮厚吃个够。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很快时间就到了。又等了一会，就见一个戴着大墨镜的男人走到了面前。张哥，阿浩，咱又会师了。去掉墨镜，两人才认出是李刚这货。好了，人员到齐，咱先吃饭。林浩看了眼李刚，后者开口：张哥，都在飞机上吃过了，咱要不现在出发？我感觉千年人参在向我招手呢。张哥笑着摇头：真以为是种的大白菜啊！机缘好的话，跑个半年山，跑到1株10年生的，那就是顶天的运气了。100年的我也就见过一回，还是在拍卖会上见的。1000年，那玩意早成惊为天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看小说动不动都是千年人参、千年灵芝啥的，感情是骗人的啊。似乎感觉和自己想的有落差，李刚面带郁闷。人参有没有1000年的不知道，但灵芝肯定没有。为什么？李刚将自己的行李塞进后备箱，自告奋勇地坐到副驾驶位，这才问道。林浩自觉地坐到了后排。张哥开的是一辆老款的别克林荫大道，这车是有名的油老虎，但美系车有个显着特点，那就是耐。而这款别克在 B 级车上也算是大的，所以后排空间很舒服。阿浩，你应该知道，给这货解释一下。张哥通过后视镜看了眼林浩，示意他回复。小李子，换个称呼，不然我和你没完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险恶用心，我看过大太监李莲英。李刚的怒火倒是让张哥和林浩再度大笑了起来。叫你刚子成了吧？千年灵芝本就很扯淡，因为大部分灵芝都是1年生的，不采就会腐烂。李刚瞪大眼，他还真不知道这些，看向张哥。阿浩说的是真的。也有少数多年生的，但目前有证可查，最长寿的应该是树蛇灵芝，那也只能长个70、80年，100年都到不了。哎，和你们在一起真没意思，显得我特没文化。哈哈哈，没事，我们不怪你。张哥，整个东三省是国家早期的重工业基地，你有认识采矿的人吗？那你可问错人了，这边就有一个家里玩这个的。林浩一愕，从两座中间探头看向一脸傲娇的李刚。刚子，我叔是开矿的。哼，一般般，也就参股了2座矿山。后世有句口头禅，说人把钱不当钱，通常会说你以为你家有矿啊？没成想这货家里真有矿，怪不得这小子到处溜达，说来这就来这，看着像整天不务正业的。采啥的？铜，都是参股的。我国大部分金属矿藏不允许个人开采的，但允许个人投资参股。我爸的公司就掺了一点。其实包括金矿在内，都是国字号控股，允许有开采资质的自然人参股，但说白了还是得看关系。林浩心思一动，再度问道：铜矿里有半生矿吧？半生矿很多，多是铅。对了，还有黄金，那看着才漂亮，可惜含量太低，按我爸的说法，聊胜于无。林浩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总不能直接告诉两人自己在美国买了3万多亩的土地，打算用来淘金吧。思忖片刻，他还是道：刚子，你们那矿工多吗？多啊，那一片壮劳力基本都在矿上。今年效益好，我爸说铜都涨到了8万多1吨，历年新高了，所以大家的日子也好过起来。国字号企业就这点好，效益好时，从正式工到临时工日子都会好过些。讲究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，领导们吃肉，总会让小喽啰们喝2口汤的。有无事可做的吗？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啥？咱兄弟你就明说，能帮的我帮，不能帮你也甭试他了。李刚虽然纨绔了些，但又不是傻子。林浩一直这么打听，自然是有事的。我叔有时间吗？我想抽时间去拜访一下，有点事想请教。李刚也是痛快人，直接掏出手机就拨给了自己老爹。爸，我有个兄弟，就是上次海钓认识的，对，我说过的那个，叫阿浩，他想拜访你。挂了电话，李刚一拍胸口，没说的，我们齐鲁的汉子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好客。林浩想从国内拉一支队伍去淘金，一是大家都是国人，坑自己的可能性会低些，而且同种同言，总会更好相处。再就是出国看似很苦，但林浩肯定不会在待遇上克扣他们，一年工作几个月，保底也能赚个10几万，在当下收入相当不菲了。这笔钱与其给别人赚，还不如给自己人。这离抚松远吗？有点距离，300来公里吧，反正天黑前我们肯定能到。今晚咱吃大锅灶，我已经叫人准备了。有野味吗？来咱这旮瘩还缺这个，不过现在好多开始保护了，狍子、野猪这些大的不成了。三人路上并不缺少话题，聊得还算热络。这么说还要3个来小时啊？张哥，你要开累了跟我说，我换一会。再过2年你们来就好了，
白山机场已经在建，这段路不算啥，你俩要是累的话就明回以前，我一个人一天能开13个小时的车，那时候还是大解放，开着贼带劲，不说转方向的用吃奶的劲，就是挂个档也得呲着牙。张哥，那你学车够早的呀？哈哈，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家兄弟姊妹3个，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都是做干货生意的。当时我爸就说，等我初中毕业就让他俩带着我入行。那会小叛逆的很，初一刚读完我就不干了，想要去学车，然后不顾家里人反对，就拜了师，跟着师傅跑长途。我师傅呢算是挺好酒的，车上二锅头是少不了的，经常一边喝酒一边开车。现在你们很难想象吧，但在当时还算正常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。那时车子少，我师傅酒量又大，他是部队汽车连退下来的，不仅会开还会自己修，偶尔晚上酒喝多了就犯了，他就让我开。那时身子还没完全常开，个头不够高，大解放你们估计不知道，座位高，我坐着就够不着油门刹车，我师傅就让我站着开，我一直就这么站着把车学会了，开了有近1年。后来呢？李刚也来了兴趣，学了2年车，到15岁时，我回家找爸妈，告诉他们我要买车跑运输，我要把老家留给我的宅子抵给大哥大姐，让他们借我钱。哥姐不愿意，倒不是说舍不得那钱，主要是我年龄小，那时跑长途很危险的，倒不是说怕我开车技术不过关，主要那时拦到的太多，情况好的抢钱抢货，不好的那就直接连司机一起做了，所以不管我怎么闹，家里人就是不同意。然后我就跑出去混了1年，年龄小，经常挨揍，被不少人教过做人，然后就老实回家，跟着哥姐后边做生意了。张哥说的有意思，两人也听得哈哈大笑。中途他们找了个加油站，人放了水，车加了油之后继续前行。李刚又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有钱的20组的10几年中二生活。阿浩，说说你，我和张哥都说了。我没啥好说的，小时候就是天天学习。切，你就装吧，这车上就咱仨，你装给谁看呢？李刚很不相信，天天学习，那是正常孩子能干得出来的吗？我考上了京大，当时是我们县里的状元。真的假的？张哥也吃惊了，他们只知道林浩家底不错，是个非常精明的渔民，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。不对啊，你不说在村里都干2、3年了吗？你才多大，那么早就大学毕业了？林浩苦笑着道。谁说我毕业了就不在中途退学的呀？好吧，我是被学校劝退的。哟，具体说说，我可乐意听这个。李刚顿感好奇，连张哥也通过后视镜向他投来了鼓励的目光，就有那种小伙子勇敢点，大胆说出你的经历的即视感。林浩也不再隐瞒，便将自己如何退学，如何连累兄弟的事给说了。两人对于尹娜没有发表意见，一个瞎了眼的女人实在没啥好评价的，倒是对大玉的义气大加赞赏。改天一定要介绍大玉给我认识。李刚有一点豪气劲，就喜欢这样的人，估计两人见面聊嗨了，斩鸡头拜把子的事都能干出来。一路上3人各自聊着曾经，时间过得快，路途也好像变得近了很多。进了抚松地界了。张哥，这里离松花江远不？就在旁边，这次来别急着走，我这几天也不忙，到时咱仨到松花江上钓个1、2天鱼，再去林子里碰碰运气。这个季节蘑菇很多的，榛蘑、粘团子、烫子蘑都不老少，还有蓝莓、圆枣子和冰果之类的。冰果是啥？为脱衣的野生毛榛子。哟，看不出，阿浩你还懂得不少。张哥没想到林浩居然知道。我姐夫家也是山区，我们那虽说榛子少，但偶尔也能碰着野生的。他之所以知道，还是依托于前世几个东北朋友的介绍。太阳落山，能见度下降的极快，没一会就昏暗的看不清了。好在这一会也快到了，又开了10多分钟，到了一个算是小镇的地方，3拐2绕的，车子停在了一个院子的前边。到了，下车吧。小春子咋这么晚呢？李刚下车拿了瓶矿泉水正在喝，听到男人对张哥的称呼，他直接一口水就呛了，疯狂的咳嗽着。没事吧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喝口水都能呛到。林浩上前在他后背上轻拍了2下，李刚气喘匀，还是没忍住笑了起来，压低声在林浩耳边道：不要叫春好不好？行啊，也不怕张哥揍你。李刚显然是看过周星驰版的《鹿鼎记》，所以听到男人对张哥的称呼，想到了海大富给韦小宝起的名字小春子。行了，也不知道你俩在笑啥。张哥也跟着笑了句，这才给两边人介绍。男人叫栾荣，是张哥的发小，现在也在帮着他收山货，算是一个小的收购商。张哥生意做得不小，
像这样散落在各镇的小收购商，他手头上不下20个。到了季节收农人山货，收好之后，他再来车拉，给这些小收购商一个合理的差价空间。只要懂得让利，再加上人面熟，生意便能慢慢做起来的。快进家做，铁锅都炖了2小时了，吃口热乎的，咱再聊。栾荣热情地邀请两人进家。你咋跟个女人似的，走哪都带这么多东西？李刚都惊了，他就带着一个包，没成想林浩居然带着大行李箱，而且一带就是2个。走进东边屋，林浩先从行李箱中拿出3个礼盒，接着又掏出几个红包，递了2个给李刚。给我红包干啥？咋的？还想在我面前冲大背？林浩那个气啊，这货咋就能活得这么没心没肺呢？你到人家做客，总不得表示一下，这2个红包让你给孩子的。李刚轻哦一声接过，又看了一眼林浩未合上的箱子，叹了口气。阿浩，你还真细心，要是个女人就好了，我肯定娶你过门。滚，就像老子能看上你似的。闲话2句，两人出来，林浩将盒子挨个递给3人。我跟刚子准备的一点小礼物，也就是个意思，哥嫂可千万别推辞。栾荣还想推辞，却被张哥给挡下了。阿浩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着吧，都别客气了，天不早都饿了，大家快坐，咱开吃。张哥的一句话结束了几人的客套。今晚喝你的还是喝我的？张哥不时会在他家请客，也就放了不少的酒在这边，所以栾荣才会有此一问。喝你的，挺长时间没喝，还真有点想。栾荣笑了笑，转身进屋，没一会抱出一个透明玻璃的大酒坛子，是自己泡的酒，里面最显眼的原材料就是根人参。这是你们荣哥自己上山挖的参？栾荣矜持一笑。2年前我上山时运气好，碰到了一株6品叶的，没舍得卖。去年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，索性就泡了酒，自己没事喝点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们喝普通的就行。林浩赶忙婉拒，人家拿来保养身体的，那等同于良药了，自己喝了不合适。没事，这老小子就是怕死。今年初我带他去长春检查的，屁事没有。栾荣也跟着哈哈大笑，把几人的杯子聚一起，然后用酒勺开始打酒。泡参的酒可是榆林头区，我托朋友亲自去酒厂接的。张哥，6品叶是啥意思？李刚接过酒闻了闻，扑鼻的药草味，也能闻到一股子甜香，应该是泡的时候放了冰糖之类的。想到刚刚有个词不懂，便开口问道：参参跟家里种的姜有点类似，参是其根部冒出土的有茎和叶子，茎的粗细决定芦头的大小，而叶子的形状和多少则大概能看出出始的年份。1年生的子苗我们叫参花子，茎还没有分枝，茎头有3片嫩绿的小叶，看上去呈卵状。2年生叫巴掌子，也不分枝，但茎头原本3片的叶子变成了5片。3年生叫二夹子，这时茎就会长出2个分枝，分枝有5片小叶，这时还是不论品的。4年生叫灯台子，再多分出1小枝，勉强能算是3品叶。5年生就叫4品叶，跟名字一样，隔灯台子的基础上，中间还会多出1枝，这时就会开出人参花了。6年是5品叶，7年以上是6品叶。那有7品叶吗？李刚又问道。林浩也听得很认真，这些他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张哥和栾荣相视一笑，由后者接着补充道：有，但是非常少。7品叶和8品叶据说都有，但这玩意儿有说是代表年份，有说是长畸形了，反正我没看到过。说到这里，栾荣又说出另一个知识点：其实品数的多少并不绝对就代表参的年龄。这句话又让邻里2人懵了，刚刚还说几品代表几年参，现在又说不绝对，这是什么个道理？栾荣举杯道：咱别顾着聊，来走一个，欢迎2位老弟的到来。4人举杯碰了一下，林浩尝了一口人参泡的酒，药材放的较多，再加上放了少许的藏红花和大量的冰糖，所以味比较杂，好在还挺好喝，倒是不苦。栾哥，你再给我们说说参林的事。林浩重启话题，他是真的好奇。这事说来很简单，人参沃土很浅的，要是不小心人动物踩中，或从鸟啄过碰了炉头，它都会停止生长。有时候就是天气原因，冬天太冷或夏天枯叶大雨等情况，都会导致它停止生长，而它的茎叶会迅速的枯萎，隔个几年它又会重新发芽，有的发出来就是4品或5品叶，但有的发出来也只有2品叶，但年份说不准，已经是10几20来年了。原来人参还有这个特性，林浩这也算是长见识了。
栾哥，有100年的正宗野生参莓，我打算买1只回去送我爸。李刚的话一听就带着一丝暴发户的无知感。好吧，林浩要不是之前张哥说，他或许也会这么问。别说100年的了，就算是20年的，我都要打听。李刚听说100年野山参可遇不可求，面上顿显失望。他这次来玩不假，但同样抱着跟林浩一样的想法，那就是找1-2只好参回去。栾哥，你这是多少年的？林浩看向酒坛中的参，是整根泡的，但因为玻璃瓶和酒水的双层折射，也看不清参具体的大小。11年，重量在5000多点，算是大参了。栾哥说了，真正的野山参生长极其缓慢，重量和个头的大小并不一定和参龄成正比，有的20年参说不准也才3000多，而有的7、8年参说不准就能长到8000或1两，养殖的则长得更快。至于如何判别参龄，栾哥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，主要是属炉头的圈纹，当然也可以通过参体的颜色和皱纹作为参考，但因为手头上没有人参，所以说出来两人也不怎么听得懂。好了，小课堂时间结束，咱干点正事，今晚也别多喝，1人4杯就妥。张哥说着便举起了杯子。林浩听得头皮发麻，这杯子应该是3两3的，4杯就是1斤多呀。多吃点菜，反正晚上都歇这，咱慢慢喝不急。栾哥是好人，拿着筷子示意大家多吃点。今晚的菜品不多，但胜在量大，而且极具本地特色，小鸡炖蘑菇，大鹅炖的林蛙，还有一锅子酱焖鱼。见张哥拿了一个包着吃的很享受样子，林浩实在受不了，问道：张哥，啥味？张哥一怔，挺鲜甜的，放心，这都是你栾哥今天现抓的，新鲜着呢。不是，这个我们家一般中辣烧出来。林浩委婉地说道。他这里所说的家，自动带入了上一世内陆城市那个家。至于现在的家，当下本地人吃小龙虾的非常少，大家都认为小龙虾太脏，而且吃着太费功夫，有那时间还不如去钓2尾海鱼来吃呢。你们家也有小龙虾吗？全国哪个地方没有？李刚到现在也没动那盘子虾，他的认知和林浩一个样。张哥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两家伙认错了。你们说这是小龙虾也没错，但在我们这叫辣菇，属于冷水虾，而且小龙虾是啥水都能养活。但辣菇不同，对水质要求很高，稍有污染的水质，它们就会灭绝，没有那股子土腥味的。你俩尝尝自己家。林浩半信半疑的加了一个，怎么看都跟小龙虾一个样，剥下来的肉也和小龙虾没有区别。但入口之后，他知道自己还真是认错了。微甜，咽下之后回甘很明显，肉感紧实有弹性。虽说虾香味没有海龙虾那么浓郁，但纯论鲜度稍有过之，好吃。李刚尝了一个后，惊喜地说道。林浩连吃了2个，张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不能一直剥虾呀。来，再走一个，欢迎阿浩和刚子来我们大东北玩，干了！不等林浩说话，张哥举杯就是一口闷了。这杯酒3两多，刚刚可就喝了一口，至少还剩2两多呢。但张哥已经完事，他也不能再说啥，喝吧。一杯喝完后，栾荣起身又拿了2瓶白酒出来，对着两人笑道：不是我抠门，这泡的酒一餐不能多喝，否则会上火。咱喝点这个也不错的。说来说去还是得喝，还好张哥之前定了调子，1人4杯，4杯结束。神奇的是，4人好像都没啥事。李刚看着精瘦，居然也是个酒桶子。咱吃点饭吧，别再喝了。林浩制止了栾哥要接着倒酒。张哥搓了一把脸道：早先说好的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反正他俩也不是明天就走。栾荣这才放下酒瓶，让自己媳妇出来给大家盛饭。饭后，张哥嚷着要去泡澡，林浩只得开口再劝，喝这么多酒进澡堂子，又是嫌自己命长，咋还没睡呢？进屋后发现自己媳妇儿还在收拾东西。那2个小伙子怕不简单吧？咋这么说？村子带来的且，简不简单和咱也没关系，来者是且，咱礼尚不亏就行。放心，村子不会亏待咱的。他以为媳妇是心疼今晚的花销，虽说这边物价低，但今晚这几道菜再加上酒水，300块肯定是打不住的。我知道村子敞亮，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小肚鸡肠。看看这个，什么？那个叫林浩的送给咱的礼物。栾荣接过小盒子打开，发现好像是项链，质地银白色。这是项链，银子做的。他媳妇翻了个白眼，2样都没说对，一把夺过拿出来便套在了手腕上，看了眼，难掩面上的喜色。这是手链，白金的，你看这里面还有证书呢，8.2克。因为颜色的原因，很多地方把铂金称为白金。栾荣微微一惊，抬起媳妇的胳膊也细看了起来，好一会才道：这怕不便宜吧？前2天和堂媳妇刚买了一个戒指，4克多，
听说是花了1288块，这么一算，也近300块一颗呢。那这条手链就值2500块。他媳妇估的还蛮准，现在的铂金价格很高，是黄金的2倍还不止，一克270往上，再加上工时费，这一条手链还真值个2500左右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知道不该收，你明天还给人家吧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他媳妇很善解人意，只是从手腕上解下来时动作有些慢。栾荣自然明白自己媳妇想要，接过盒子笑道：等村子这趟离开，咱就去市里，我给你买一条。别花那钱，傻透了，就是看着稀奇，又不保暖不顶饿的。女人的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，栾荣笑笑便不再多言，看了眼旁边另一个更大些的盒子，是林浩送给自己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该不会送我的也是手链吧？你的就很普通了，是一个小皮包，看着像是真皮，上面还敲着羊马儿。栾荣打开看了一眼，包装还挺精致，盒子里还有一个薄皮塑膜袋子包住皮包，倒出来看了一眼，随即又往腋下一夹，就这么在屋里走了2步。哟，还别说，真挺像那么一回事。他媳妇打趣道。栾荣嘿嘿直乐，说实话是真喜欢，但这玩意一看就不便宜，交浅言深，初次收这么重的礼属实不合适，这怕也得值个好几百呢。这些都是小钱，你再看看这个，这2个小伙子是真大方啊。他媳妇说着，又将掖在被褥下的红包拿了出来，林浩和李刚各给2个，加一起总共是4个。多少？你自己瞅。栾荣放下包，顺手拿起一个红包，心想如果是个180块的，他就不打算退了，这是对方给孩子的，都退了，那是摆明不想和人相交呢。结果在手上一捏，他眉头就皱了皱，然后打开，手往里一掏，便是一小沓红票子。这得有2000吧？2人肯定是商量好的，一个红包是1800块，4个都一样。这也太多了，加一起6、7千呢，这让咱咋收啊？栾荣面上带着一丝愁苦，不管是2件礼物，还是4个红包，这里都太重了，不好收的，但一个不收，还真是说不过去。你明天和村子商量一下吧，把东西和钱交给他，让他来锁。栾荣微微点头，媳妇这点考虑的周全。虽然得到了红包的数字，栾荣还是将手中的钱点了一下，片刻愣神道：不对呀，我这一份咋是1700块？明天你问儿子，这小家伙倒是精明，知道红包这么多钱肯定是留不下的，结果把自己的那2份红包各抽了100块出来，剩下的老实交给了我。臭小子，鬼精的。次日清早，院子里，林浩第2次进屋添衣服时，张哥就醒了，又眯了会，他也就起床。刚进中屋就见西头栾荣推门出来，又不用收获，你咋不多睡会？阿浩起得早，已经在外边遛弯了，我也躺不住了。还有一位呢，还睡得实着呢。张哥笑着说道。栾荣看了眼门外，确定没见着林浩的身影，这才回屋将礼盒跟红包拿出来。大儿子抽出的钱，昨晚媳妇又加了进去。村子，这礼不能收吧？太贵重了。是啥？张哥昨晚也收了一个，是林浩给的，但只顾着喝酒吹牛，压根就没打开看过。认识不？我只念过骑册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张哥笑了笑，手在皮包上来回摸了2把。这个是路易威登的，具体值多少我不清楚，但肯定不会低于5000块。多少？栾荣都惊出了鹅叫，这小皮包看着是不错，但又不是金粉刷出来的，咋能值个5000呢？我说的是最少是这个价，兴许是不值的。要说阿浩这眼光可以，这小皮包挺适合你的。栾荣慌不迭的摇头，这么贵，我更不能收了。张哥又倒出一个红包看了眼，其实也有些犹豫，让栾荣收下，这个人情自己就得记头上，到时看怎么还给阿浩。要是不让收，又怕栾荣多想。收着吧，阿浩不差这一点，况且咱要是把礼退了，这是赶人呢，不能这么干。可是咱咋回礼呀？咱这也没啥值钱的，你我手头现在也没像样的3身，剩下的就是蘑菇木耳这些，人家也看不上。要啥回礼？栾哥，咱别把事搞复杂了，东西有价情也无价，咱别拿钱来衡量程度。李刚推开门出来，说完还打了个哈欠。2人说话的声音不自觉的越来越大，这让李刚想不听到都难。见被人听到，2人有些尴尬，但李刚根本没察觉，依旧混不吝的道：栾哥，那个甘霖蛙现在能买着不？我走时要带几斤？有，这事你甭管，到时我给你准备着。李刚也不推辞，看向张哥道：今天咋安排？对了，阿浩呢？阿浩遛弯去了，等他回来咱商量一下。今天我看先别上山了，让荣子再叫几个人，咱明天去，再带2支土枪，
这样安全些。正说着，林浩进了屋，看到张哥第一句也是问今天的安排。咱4个还不够？按说是够了，但现在正是熊瞎子和二妈子贴标的时候，咱4个还不定真安全。熊瞎子我知道，二妈子是啥？咱这就是这么称呼老虎的。张哥给解释了一句，又看向栾荣，再叫2个吧，把小战跟龙子带上，刚好他俩家都有土虫。东北虎不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吗？还能用枪？林浩颇为惊异。栾荣和张哥一时之间也不知该怎么回复他，是保护动物不假，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被他袭击吧？一般是对空地放枪，要是吓不退他，那就只能往身上招呼了。老虎死，总好过自己变成虎巴巴吧。今天不上山，自然也不会闲着。张哥和栾荣一合计，打算带着他们去打鱼。阿浩，这可是你的老本行，今天有没有河鲜吃，就看你的了。李刚拍着林浩的肩头，那个饭就像是在说，小同志要多加努力啊。林浩没好气地将这货手拍开。李刚脑回路清奇，突然又想起一事，问道：张哥，老虎的屁股真摸不得。张哥哈哈大笑，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摸过，咱赶明运气好碰到，你要不上去摸一把？栾荣的媳妇已经做好了早餐，这回他的心情那叫一个美。自己老爷们说了，那些礼都可以收着，那自己可就有一条白金的手链了，可比荷塘媳妇那戒指要重得多，一个顶他的2个。早上煮的是大碴子粥，还有栾荣出去买的油条和烧饼。昨晚酒都喝了不少，清早一碗粥不仅养胃还舒服。林浩只一口便喜欢上了这个粥，里面的主食才是玉米茶，又加了些花生仁和白糖，软糯香甜。阿浩，你这饭量可以啊，我认识不少南方人，他们可没这么好的饭量。张哥见林浩盛第3碗粥，又拿起第4根大油条，不免有些吃惊。后悔叫我来了吧？林浩咽下嘴里的油条，笑着回应：吃，能吃就多吃些，能吃是福，不够我让勇子再出去买，不知当什么。栾荣媳妇笑着说道：咱这是去哪？松花江？林浩好奇地问道：先别急，咱先到县城，我换辆车，今天咱就不去松花江干流了，挺远的，而且水面大，没有网也不好搞，我们这别的不多，就是水泡子多，到时找几个，拿着小网和地笼子随便一抓就够吃的了。棒打狍子瓢舀鱼说现在的东北有些夸张，但野生资源比之南方和内陆还是要狠得多，况且早在几年前狍子就被列入2级保护废物，所以现在也不能干。来到县城，换了辆4驱的皮卡，又敲开了一家门，拿了几样捕鱼工具。这一家的男人叫李显，30来岁，显然和张哥相熟，听说要去搞鱼，也嚷着要一起。皮卡刚好5个座，带上就带上吧。想搞什么？张哥一边开车一边问着坐在副驾的林浩。辣姑，是这么叫的吧？那玩意好吃。对了，昨晚咱吃的那个鱼是啥？那是山鲶鱼，学名叫，好像叫江雪，看着像鲶鱼，所以我们这边称为山鲶鱼，其实跟真正的鲶鱼没啥关系，也是冷水鱼，就是清理时要注意，味道很好。咋的？内脏有毒？林浩听到清理要注意，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河豚。那倒不是，就是杀的时候千万不要弄破内脏，内脏里的东西沾上鱼肉就会污染出一股子粪便的味道，很难洗干净，就跟你们海里的那种叫啥鱼来的臭肚。对，就和那个臭肚一样。张哥又问后排的栾荣，这边哪里能抓到辣姑和山鲶鱼？辣姑倒是不难，往山附近跑跑，寻摸个干净点的沟子能捕到，山鲶鱼就得碰运气了。几个大男人，而且都是健谈的，所以并不缺话题。栾荣又给邻里2人科普本地的淡水鱼品种，什么3花5螺18子72杂鱼，听得林浩感觉比海鱼好像都复杂些。车子自然没办法开到小河边，停下之后，4人扛着捕鱼的工具，徒步往林子里走。栾荣走在前头，一手拿着镰刀，碰到挡道的树枝蒿草之类顺手就砍了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，在边上的草丛不停地敲打着，驱走埋伏在2边的毒蛇。张哥，要是李哥不跟着，你打算自己留下来看车？林浩跟张哥走在最后，前者好奇地问着后者：嘿嘿，我到他家去借网，就敢肯定以李显那小子的性子，必然会吵嚷跟着。林浩竖了一个大拇指。张哥高明。见李刚拎着一小包的东西走得直喘，林浩摇了摇头，将他手里的东西接了过来。阿浩，我能行。走吧，大少爷，你这身体得锻炼啊，还有少喝点酒和熬点夜，明显肝火过旺。这一会，李刚衣服后背全湿了。哟，阿浩，你还懂这个呢？我懂什么？也就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么说的，我照葫芦画瓢，哈哈。李刚很想反驳，结果扭头看到林浩面部红气不喘，脸上连油光都没见，更别说汗了，果断岔开话问起走在道前的栾荣。栾哥，还有多远？快到了，刚子，明天真要上山可比这个累，你到时我能行，你放心吧。林子里因为草高树密，显得有些闷，
走到河边的时候，林浩也微微出了汗。卧槽，这水真凉，好爽啊！李刚用手捧了点水洗脸，结果因为水太凉，还打了个哆嗦。这个辣菇要怎么抓？我们徒手下去摸？林浩好奇问道。曾经的他也喜欢打野，在内陆省份，小时候小龙虾泛滥，只要下暴雨，就可以提桶出去捡，真的是捡。河道、秧田两边的埂上，爬的全是这玩意。回家后，爸妈嫌麻烦，通常就直接倒了喂鸭子，偶尔吃一餐，也是忙活好半天，包点纯虾肉出来爆炒，或者炒蛋。没成想往后20年，就这玩意也身价暴涨，到了吃一顿还要考虑一下钱包的地步。用网篮手能摸到几个？张哥说着，便甩给他一条下水裤。这玩意可的叫法不同，有叫抓鱼裤的，也有叫防护裤的。林浩记得曾经自己的老家好像叫皮叉。林浩今天没有打开系统，也没想着通过系统来提高收入，今天打野弄点鱼虾，就是祭武藏庙，纯粹就是玩，没必要那么当真。穿上张哥递来的下水裤，林浩3-2下就穿上。张哥又递给他网的一头，咱俩来拦，让他们来赶。行。林浩大概明白是如何作业了。张哥，你咋不让我拿网？李刚穿好下水裤后，有些不爽道：搞得你会似的，人阿浩就是渔民，你能比吗？开搞。栾荣说完当先下水，大家也跟着下水。河水确实很凉，虽说穿着下水裤，但还是能清晰的感觉到，并不深，最深的坑凹地大概也就1米左右，流速倒是不慢。张哥一指旁边明显较深的一个冲击小回弯道：低网就在那。阿浩，我俩先把网展开，尽量把网贴底。林浩点头，两人张开的网有点类似于老家的那种抓虾的推网，就是没有竹片固定网口罢了。网打开之后，先就是探底，林浩用左脚挑中网底部分，往前走时，左脚就不抬起了，而是顺着河底往前搓着滑行。张哥原本是弯腰，用另一只手按住网底的，这会见他如此操作也有样学样。看看，跟着聪明人做事就是省了一些。冷水鱼的生长本就缓慢，而且小鱼品种居多，再加上这样的小河道水浅，所以不指望能捕到什么像样的大货。而小鱼小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就是石缝，踢开石头受到惊吓，它们才会撞网。这样作业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起网。等两人从上边赶着到了网前5-6米时，张哥开口：起网。两人将上边的网面再度倾斜一点，接着将网底给端起，这个动作要稍快些，不然鱼就顺着网底逃了，而且方向必须要是逆水来操作。等到网被两人端起出水面的那一刻，张哥兴奋道：有，还不少，快往岸上走。林浩也看到了鱼，个头不大，长长的，有点像自己家的麦穗鱼，还真不少。第一网就丰收，怕不得有3-4斤啊。栾荣也觉得这一网的收获还不错。卧槽，这么简单的法子居然真能捕到鱼，那还费劲钓个什么劲？李刚嘀咕了一声，似乎觉得这样捕鱼缺少了点灵魂。涵涵，这样是抓不到大鱼的。此刻张哥跟林浩已经将网平铺在草皮上，后者这才有功夫细细研究起这一网的收获。这就是辣菇。对，就是它，捡旁边的童子。今晚我们不要清蒸了，用来炖豆腐那也是一绝。张哥抬头看了一眼，接着又低头开始分拣货。虽说张哥现在生意做得不小，但从现在的这一番操作来看，小时候肯定也是个调皮的。栾荣上来之后也蹲在网边帮着分拣。至于李刚，这货一屁股坐地上，拿着瓶水正在灌呢。这小子身体有点亏啊。这是麦穗鱼。林浩又拿起一尾小鱼问道：这鱼也就10几公分，瘦长的，估计3条怕也只有1-2重。说像麦穗鱼，但身上的鳞比麦穗可是要小多了，而且还带着一些细微的灰褐色斑纹，有点像花莲身上一样。这是柳根子，乖乖，真大个。林浩挠了挠头，这和大的好像没得比啊。不过他也明白，应该是这种鱼本就长不大。这鱼好吃吗？还行，降焖一绝。李刚看了眼张哥，没好气道：张哥，咱这做鱼除了降焖是不是就没别的做法了？扯呢，还可以油炸。荣子，回去让你媳妇炸一盘，这个下酒绝了。栾荣点头笑了笑。林浩又挑出一些河虾，个头很小，也就比海里的磷虾稍稍大一些，全身呈灰色透明状，扯直了估计也就2-3公分的大小。哟，这个老头鱼不小，要是再来几条，就够我们一盘子的了。林浩凑到张哥手边看了眼，老头鱼他听说过，实物是第一次见着。这鱼的学名叫葛氏芦塘鲤，跟海鱼中的19公、蟹虎之类长相颇为相似，头大嘴大，全身布满了花纹。这种鱼同样长不大，半斤都算是相当大的了。张哥，听说这鱼的头不能吃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玩意头部有寄生虫，吃了容易肚子疼。那肉没有？李刚就像一个小杠精一样，肉没有，
不仅能吃，而且好吃。要是抓得多，今晚酱焖一盘子，你尝尝。听到又是酱焖，李刚直接翻了个白眼。还有船钉子，这个好看，能不能再抓点？咱扎一盘子。栾荣拿起同样是一尾小鱼，相较柳根更加的瘦长，鱼肚呈白色半透明，鱼背带着灰褐色的斑纹，整条鱼如同手指一样圆滚滚的，虽然小，但看着肉特别的厚实，有点像内陆一种叫鸡腿鱼的缩小版。其实不怎么要挑的，只要把里面的肋骨挑出来，剩下的倒进桶里，回家后清理的时候再细挑就行。接着他们又捞了好几网，收获大抵差不多，平均每网都有个3-4斤鱼。1点钟差不多回吧。张哥抬手看了一眼表，这回他们捕了已经有近20斤的鱼了，辣估也有4-5斤，只是自己吃的话够的了。唯一遗憾的是就是没抓到什么大鱼，最大的就是鸡尾接近半斤的老头鱼，鸡尾有3两多的柳根子。看到那个头时，张哥和栾荣都惊了，他们也有好几年没见过这么大的柳根子了。我来提着吧。林浩提着装鱼的大桶当先开路，张哥扛着网，栾荣背着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李刚拎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，四人开始往林子外走。这一走又是半个小时才回到停车的地方。我看看收获咋样。李显早等得不耐烦，见他们冒头，赶忙迎上前问道。见到桶里的柳根子时，李显也相当吃惊。哎呀妈呀，这柳根子成精了，咋整这么老大呢？我也好几年没见着了，今晚酱焖喽。李子，晚上到我家喝一盅。去，肯定去。李刚听到酱焖2字，面皮再度一抽，难道本地不知道红烧、糖醋、酸菜鱼吗？这几个老头鱼也不错，晚上来个大杂烩，酱焖杂鱼。张哥说着，在林浩的帮忙下，将渔具和收获全部搬上了后车斗，又拿出2张蛇皮袋往边一铺，就开始往上放食材。清早出发，带的有栾荣媳妇做的卷饼、买的馒头、卤肉，还有洗净的青菜、香葱之类的。5人围坐一起，栾荣又给每人起了瓶啤酒，大家这才开吃。林浩拿了张卷饼，在上面码了点卤肉，放了一根生小葱，卷着吃。李刚也差不多，他对这种吃法不陌生，在家里时也时常这么吃。吃完就回。张哥看向栾荣，后者想了想道：还有几个地笼子要收，昨天你们来前放下去的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，等会我骑摩托车来收也行。他主要是为了照顾李刚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一起收了吧，我等一下陪刚子看车，早晨起得早，刚好在车上迷一会。张哥说道。留李刚一个外地人看车，他们自然不放心。那就抓点紧，这么多鱼要收拾，咱也早点回去。李显将最后一口啤酒喝了，起身说道。大家也都加快了进度，3-5分钟午饭解决，大家再度上车出发。这次开车的变成栾荣，乡间的路开不快，走了差不多10多分钟，就看到了一个大野塘。你们在这等我吧，往前不好走，别把裤子和鞋弄湿了。这里有2个笼子，我很快就能收回来。栾荣一边穿下水裤一边交代。林浩无所谓，出海1年多，对于打鱼摸虾的激情明显要比老早淡了些。当然，如果现在让他拿着土枪去山上打猎，他肯定会兴趣暴增。今儿运气贼好，阿浩，你惦记的3年子有着落了，一下收这2尾都有2-3斤沉，够吃了。那可好，栾哥，我帮你拿着一条。林浩接过地笼网，下的网不小，一条至少有10来米长，网圈应该是40×40的，也就比他在海中下的地笼短了一些。山鲶鱼按张哥的说法叫江雪，还真跟鲶鱼长得极为相似，当然只是指形体像，细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首先，鲶鱼属于年形目，而江雪属于雪形目，2种鱼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江雪更是我国唯一一种淡水雪形目鱼类。再就是外形上最明显的一点，年数没有鳞，但江雪是有鳞鱼，身体相较鲶鱼也更圆润些，胡子也没鲶鱼那么长。这次他打开系统看了眼，系统给这鱼的估值是25块1斤，看着不贵，但线下对于淡水鱼来说算是高价了，毕竟当下的淡水鲑鱼也才20块左右，还是纯野生的。这鱼清蒸好吃吗？挺不错，普通的鲶鱼又有点发黄，这鱼又很白的，你想吃我们就蒸1尾，另1尾就酱焖吧。好吗？这边人吃鱼就离不开酱焖这一道。除了2尾江雪，笼子里还有其他一些杂鱼，更有不少泥鳅，个个呈青灰色，圆滚滚的很肥。这泥鳅不错，要不我们干烧吧？他真怕栾哥再来一句酱焖泥鳅是一绝。这是和石榴就1根刺，都是一肚子的籽，可惜就是少了点。看看剩下的3个笼子能不能再抓点。这个干烧有点可惜了，阿浩还是酱焖最鲜。3个笼子还不错，收到好几尾都在半斤左右的黄嗓鱼，本地叫嘎牙子鱼，
再就是普通的胡子年也有2、3尾，都在1斤多，小一些的卵绒都给放了。林浩不得不感叹。而在这里，最简单的渔网，忙活半天，七七八八的杂鱼加一起，至少有30多斤。开车到家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。张哥让邻里2人拿上换洗衣服，他要带着2人先去泡个澡。栾哥，这是啥肉？你聋子哥带来的欢子肉。龙子人比较健谈，笑着接茬。喜欢就多吃点，这是风干的。明天上山要是运气好，咱说不得能得一只新鲜的。大家吃吃喝喝，小站比较内敛，话不多，而龙子就比较活泛，喝酒也干脆，就是不怎么能喝。到了一半他就咬着筷子在那傻笑了。其他人都挺能喝的。林浩突然想到了阿旺，要是这回他在就更好玩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呱呱有没有正式上班，这次从国外回来至今也没和他联系过，或许他打过自己的电话没打通吧，明天吧，给那呱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真要是工作不顺利，那就过来跟自己混，每天看到那淳朴干净的笑脸，想来自己的心情也会更好些。这是啥？真好吃。林浩夹了一块鱼，这回沾上了酱也看不清，但入口腥嫩，比之鲳鱼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花泥鳅和石榴就是咱下笼子抓的那个。栾哥这一提醒，林浩才想起来，就是自己要吃干煸的那个。这和内陆的泥鳅完全不是一个味，吃不到一丝的土腥气，肉嫩但一点不散，味鲜的非常纯正，纯论口感可要比山鲶鱼要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肉太少，一口下去没有那种满足感。当然，这也是辣姑比不上海龙虾的地方。阿浩，你颠覆了我对南方人的印子。栾哥也不由得发出今早张哥一般的感叹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南方人吃的精致但并不多，但林浩精不精致他不知道，就这饭量，东北爷们也没几个干得过的。早点歇着吧，明天咱得起早。行吧，大家歇着。张哥当先起身，准备去洗漱。林浩掏出手机走出门外，开始给家里打电话。先是给大哥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，这一次家里的天气很诡异，先是强对流冰雹，接着又是地震，结果这几天都是大雨。大哥提及天气预报所说，未来几天依旧出不了海，所以让他也不要太急，别太赶。接着他又跟陈雪聊了10多分钟，陈雪好几次欲言又止，林浩明白他要提醒自己什么。放心吧，9月10号前肯定会回去。9月11号是2人预定领证的大日子，可不能耽误了。然后便是打给陈东和大玉，本只是想问问2人打算啥时候回去，结果2人兴奋地向他说及了拍卖后的情况。阿浩，我们上报纸了，还是京城的报纸，兴隆和天浩的名字都有。陈东边说边笑，林浩听得真费劲。正常，阿珂花钱买的吧？不是，是报纸主动报道的。陈东和大玉在一起，电话开的是免提，所以这话是大玉解释的。海产品属于农副产品范畴，这次的拍卖在京城也算是开了先河，报纸的评论非常的正面。阿珂还说，上边有大领导点名表扬了此事。阿珂今天上午还被叫去谈了几分钟，回来告诉我们，说你的底子都被上边查得一清二楚。对于你的大方捐款，领导也提了一嘴。领导说了你跟阿珂，说是迈开脚，年轻人不仅要行得稳站得直，更要有努力拼搏的气势。大玉说了很多，心情激荡之下，语言就有些颠三倒四的。林浩倒是听明白了，大意就是天浩和自己在大领导那里留了印象，还勉励了2句，别小看这一点，以后若是天浩或他自己再取得什么成就，传到领导耳中，之前本就有印象，叠加之下那可就不得了了。阿珂问你要不要贷款，果然实在的好出来了。林浩犹豫了一下问道，免息？阿珂没有细说，即便不是免息，肯定能拿到不错的贴息政策。大玉，咱别急，我再想想。又聊了几句，林浩这才挂了电话。他没有进屋，而是掏出一支烟点着，就在院子里左右踱起步来。林浩思忖了挺长时间，无非就2点：一是要不要这笔贷款，要了之后有啥影响；二是能贷多少，贷出来投入到哪里。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他直接拨通了于伐科的电话。是我听说了，那笔贷款我暂时不打算要。听筒里传来了于伐科的笑声。我下午给你电话，结果你那边应该是没信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总不能把刚刚树立的一点好印象立刻就变现了，智者所不为。你要是缺钱告诉我，我这边3、5个亿现在还能匀得出来。2人的相处其实蛮有意思的。林浩觉得于伐科是自己的贵人，给予了太多资金和人脉上的支持，让自己能快速的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欠着于伐科1个亿没子没还呢。于伐科同样很庆幸结识了林浩，先是在林浩家乡的投资，这些虽说暂时还在投入，但未来必然是一棵摇钱树。
接着便是港城打瓦仪式，他帮林浩赢了几个亿不假，但自己赚的更多。还有上次的漂亮国一行，投资的渔业公司、特斯拉这些，没看到收益，但一个标普期货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让他赚了将近 1.5亿了。林浩的一句移动互联网时代将要到来，别人听到或许一文不值，但在他看来，这一句话就价值100亿，甚至是1000亿。阿珂说的就详细多了，也把一些他对大领导话意的理解告诉了他。奥运会结束之后，肯定会有表彰大会的，到时会有几个企业家代表，国企肯定占大头，领导的意思，到时让我俩去见见世面。大好事来着，不过林浩想了想，到时是自己去还是让大玉去呢？自己不想去，但领导的意思显然不希望找个替代人，况且那帮子国企都是一把手去，你一个民企派代表，这是多大的谱啊！算了，到时自己再看吧，反正时间还长着呢。又聊了一会，林浩这才回屋洗漱，弄好回到卧房，除了张哥，大家也都呼呼大睡了。打了这么久电话，没啥事吧？没事，张哥，就是老家天气不好，估计好几天出不了海。那不更好？你在这边多玩2天。没聊几句，等到林浩脱衣躺下，张哥也就停止了话题。次日，林浩看了一眼系统的幸运值，本以为到了新环境，今天的幸运值肯定不错，结果打开后发现，妹的，居然只有可怜的3个点。不记得有多久，系统这么拉胯过了，看来想着靠系统第一天就有个好收获的打算，彻底不通了。当然，这不是在家里，幸运值不好就可以不出海，人家好不容易组的局，自然要跟着的。吃了早餐之后，大家出发，到了山边，天也才大亮。这次李显很主动地留下来看车，作为当地人，他对于赶山没有一丝一毫的激情，反正他家有稳定不错的收入来源，也不止着山货养家糊口。都别藏私，把自己的窝子抖一抖，放心，亏不了你们，在你们窝子里找到的好东西，我按市场价收。他也怕这次上山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而老赶山人都有自己的地盘，找这样的地方逛几个，让2位远来的小兄弟感受一下赶山的收获，也能让2人有点东西带回去。张哥，啥叫窝子啊？像灵芝等菌菇类，今年只要有，明年有的可能性90%以上，所以去的话一般不会扑空。这就是赶山人所说的窝子，就是人参这样的，一个地方挖了一棵，隔几年同样的地方或者附近也会再长出一棵来。2人恍然，林浩接着问道：咱这么多人上山，收获怎么算呢？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讲清楚。要是平分，那就找到的所有东西大家平分；要是个找个的，那也要先讲清楚，谁先发现的算谁的。今天上山发现的全是你俩的。栾哥笑着道：那不行，没这个理。张哥，你看怎么来合适？林浩断然拒绝栾荣的提议，发现一些军模还好，虽说也是不错的山珍，但值不了多少钱。但若是真发现2、3颗好人参，难保大家心中会有什么。张哥笑了笑道：还是老规矩，谁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就归谁。村子没必要。栾荣还待再说，张哥摆手打断：就这么定了，咱也比比眼力，看谁山赶得最好。他意识到的问题很严峻，之前一直想着亲自上山找几颗好餐，但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妈的，就是现成的人参树就在旁边，他也不认识啊。别说人参，就是蘑菇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，灵芝哪些有用哪些没用，他也分不清楚。灵芝和蘑菇还好，可以通过系统来判定，凉人参秧子他真不知道长啥样，总不能发现一株蒿草就通过系统识别一下吧。或许就是因为自己对这方面的无知，所以系统今天才没有给予过多的幸运值，因为给多了也是浪费。想明白这一点，他低声对走在身后的张哥问道：张哥，明天还赶山不？看你和刚子，反正我今年的活算完了，你们就是赶到冬天我也陪着。不过冬天山上咱还是别来了，掉雪洞里人都找不着，到时咱可以去东捕，我跟你说那也好玩，一网上来几万10几万斤的鱼，啧。好家伙，张哥还认真了，真替他考虑带到冬天的事。那咱明后天看情况再赶1、2天吧。你是我哥，我就不和你算了。栾哥还有龙哥、战哥他们，我和刚子倒是算点工资。兄弟，你打我脸呢？这话别说了，就这么的吧。林浩笑了笑，也没再坚持。说话的功夫，大家已经钻进了林子里，眼面前他们走的是一条林荫小径，并不是修出来的，而是常年的赶山踩出来的。大家不要分得太散，尽量保证一嗓子能听到，开干吧。走了近1个小时，张哥开口让大家分散开，但却不让林里2人脱离自己的视线，又把小战叫到身前。你今天找山货是次要的，主要给我盯紧他俩，别出啥意外。放心吧，春哥，我歇会，你们先找着。这是林子，杂草多且深，但并不能坐。张哥也不会允许他一屁股坐地上，太危险了。好一会，他瞄中了不远处一棵倒下的大树干，叹了口气，
强撑着往那边走去。小战看了眼林浩，犹豫着还是跟了过去。在他看来，在两者之间，显然李刚更需要重点关照一下。张哥，咱找啥？有啥找啥，药草、蘑菇啥的都行。林浩听了个寂寞，好吧，就像在海边，别人问你咱捡啥，你回一句带壳的带钱的都捡一样，手中拿着一根棍子，不时拨弄着并不深的杂草和枯叶。蘑菇是最喜欢待在枯叶底下的，有之前找松茸的经历，他倒也不陌生。哈哈哈，看我找到了啥？他正低头找着，就听到了李刚的大笑声，跟张哥一起赶过去，就见李刚坐在枯木，指着中间的一段，顺着方向，林浩看到了黄黄的一片蘑菇，层层叠叠铺满了一小段树木。哟，刚子运气不错，这是鱼黄蘑，能吃吗？能吃，而且味道挺好。栾荣说着，便掏出随身带的折叠刀，开始割菇子。没啥技术含量，别割到手，也别割到底，不然割下来的蘑菇很难清洗。这里差不多有个20斤了吧？差不多能值个145了，保住2个人的人工钱。栾荣边说边干，将割下的一大丛简单的修一下根，便小心的放进随身带着的背篓里。今天上山，大家带的东西可不少，除了大家吃喝的食物，便就是装东西的物食，背篓、篮子，再加几个袋子。龙子和小战他们全部加入了收割鱼黄蘑之中。林浩也蹲下身，拿起随身的小刀割了一小把。军带像个小漏斗，直径大的在10公分左右，小的也就4、5公分，表面很光滑，呈金黄色，极为养眼。军带下边的菌群呈白色，菌柱呈白微带黄色，闻着有一股浓烈的菌香味。打开系统，从系统中得到了较详细的介绍。黄金菇又名鱼黄蘑，较为名贵的食用菌，有真菌之花的美称，丛生单生皆有，多为丛生，是真正的高营养、低热量的食品，常吃可以平抑血压，降低胆固醇，对于有基础病的人来说是天然的保健食品。系统给予的估值是鲜品1斤7.5元，现本地。阿浩，你不用弄，你去找找其他的。两人顺着周边再度转了起来，没一会，张哥也发现了几丛鱼黄蘑，不过没有那棵枯木上的多。又在这附近转了一圈，林浩是毫无发现，倒是看到了几只小松鼠在树间跳跃。张哥，我看龙哥扛着一个长竹竿干嘛？打算摘果子？那是摘猴头菇的，这地方应该没有。等会我们到了座树林子里，就得留神看着树上了。那玩意有节的老高，不借助工具，爬树又累又危险。林浩这才恍然，接着又问道：猴头菇好吃吗？曾经自媒体里的一部分人把这玩意吹得天上难寻，地下少有的美味，他还真就一次没吃过。好吧，他吃过猴头菇饼干，还不错，炖汤不错，胃不好的人可以多吃些，那东西养胃。两人边找边聊，也再没有收获。等到栾荣他们将枯木上的蘑菇全部采完，大家接着往深处前行。龙子开口道：往西一点吧，那里前年我发现一个窝子，有不少的真蘑。现在真蘑没了吧？栾荣提出了质疑。真蘑一般7、8月份多见，一进入9月，温度降低，几乎就很难再找着。没事，去年我也是9月头去的，还采了不少，不知道今天长了没。龙子坚持，反正大家也没有固定的去处，便往西边走。龙子说很近，结果他们走了有1个来小时，就在李刚感觉自己气都跟不上时，终于到了一片相对较空一些的地方。林浩这会也冒了汗，没办法，林子里捂得慌，今天本就没啥风，林子里更是一丝风也感受不到。有，还真有。没一会，张哥低头就发现了一朵，林浩也在附近找了起来。这次他没有落空，也是因为这片窝子不少，很快他也找到了一丛，大概有4、5朵的样子。张哥，这是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棒蘑。真蘑和鱼黄蘑区别还是蛮大的，未完全开伞的情况下，更像松茸的样子，表面也没那么光滑，带着深浅不一的条纹，颜色浅土黄色，中间的小柱子还蛮高的，接近土壤的基部，明显要粗些。系统对其的介绍，相较于黄蘑评价更高，食补功能也更多，对羊癫疯、沟窝病都有辅助的秩序作用，还可以预防夜盲、视力减弱，甚至对呼吸道传染病都有较强的预防作用。系统给的估值也高于鱼黄蘑，达到11块1斤。张哥，这个比鱼黄蘑贵吧？贵了有5成呢，差不多能有个10来块1斤吧。而且这玩意在我们这才算真正的山珍。鱼黄蘑现在人工培育的太多，这玩意没有，只有野生的。张哥，这座大山是宝藏啊，我感觉1年忙下来也不如赚。张哥咧嘴苦笑，赶山也危险的，每年都听说有走丢的，或者被大动物咬伤的。再就是适合赶山的时间也就那么点，人多竞争也大，想能赚太多不可能，但勤快些，总不可能饿着。两人一边找一边聊着，结果正在歇息的李刚又一次传来了大叫声：快看我发现了啥！林浩那个郁闷啊，妈的，
搞得你像位面之子一样，做那就把山珍给找了。林浩和张哥走近时，栾荣已经矮下身开始在采了，大小一起也就5、6朵的样子，整个形状就像是大号的银杏叶子，伞盖和伞柱呈褐红色，自伞中心往边缘颜色渐浅，到最边上呈淡黄或渐白色。这是灵芝，不过林浩不知道是哪一种灵芝，灵芝的种类太多了，而且大部分灵芝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玄乎，根本没有采摘的价值。不过此刻从栾哥那小心境上可以看出这是好东西来着。栾哥，是好东西吗？李刚面上难掩笑容，问此话时还贱兮兮的看了一眼林浩，那意思就是就算我歇着也比你的收获多。挺好，这是红灵芝，也生成熟的，相当值钱。栾荣说着，还在一颗最大的灵芝上用手沾了一点，就这么嘴里嘬了嘬，又才接着道起包了，品质不错，估计能卖到500块1斤。听到价格，林浩有些失望，才500块呀，这里5、6朵加一起估计也才半斤多点，还以为价值连城呢，搞半天才值个300来块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如果赶山每一天都能发现几朵这样的，再加上军魔的收获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也是相当可观了。栾哥，这有多少年？就是今年的。这种灵芝41年生的，我们土话叫红灵芝，学名好像叫赤灵芝，也叫丹芝，也是为良药来着，可以治心气郁结，听说还能增强记忆力。包子是啥意思啊？林浩接过一朵细看片刻，具体名称、功效包括价格，系统已经给了他答案，倒是对栾哥所说的包子不是很理解。栾荣用手轻蘸了一点灵芝盖上的细微粉末，这是代表灵芝成熟了，就跟蒲公英一样，这玩意儿散落出去就可以繁殖。所谓的孢子其实就是灵芝的卵形生殖细胞，这同样也是好东西，可以保护肝损伤、抑制肿瘤的。这个树根总共长了6朵，栾哥采下来4朵，还有2朵中等个头的留了下来。李刚见此愣神道：这个还要留种？林浩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心想栾哥还不错，还知道可持续发展。栾荣哈哈大笑，拿出装进篮子的1朵和没采的对比，这2朵还没熟，采了也没啥用。这个很好辨认，靠近伞盖边缘颜色越深，成熟度就越好。这2朵边缘还泛白，这就代表还没熟，要再过个1周时间。两人这才恍然。张哥笑看着龙子道：这是你的窝子，回去称重算账。可别，窝子是我的不假，但我在这里可从来没采过灵芝，这是刚子兄弟运气好，收获自然要算他的。都别客气，咱回去再说。李刚咧着大嘴边笑边说着，他也是不缺钱的主，肯定不会让他们吃亏的。接下来去呢？烫一烫人参窝子，试试咱运气怎么样。剩下的时间就去做树林子，采点猴头回去煲汤。张哥的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。先是栾荣贡献了自己的窝子，离这也不远，也就是前年他发现那个6品叶的地方，走路1个小时就能到，而且和去做树林是同一个方向，也顺路。你行不行？不行让你战哥背你一段。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忍着腿上的酸疼，这要是被人背下山，那就太丢脸了。下山到底还是要省力些，上来时看着一直在走，好像走了很远，但其实一直就在林子边打转，并没有深入到林子深度。近5点钟，他们终于到了车边，将东西卸下，当即开车往家赶。天色完全黑下来，他们一行才到家。媳妇儿，鸡炖了没？炖了有2小时，你们再不回来，又都要炖散了。栾荣媳妇说着，便接过栾荣挑拣出来的猴头菇，又对着众人道：你们快洗洗，马上就能吃饭了。上桌之后，栾荣媳妇先给林浩和李刚各盛了1碗鸡汤，里面还飘着撕碎的菇子。尝尝吧，咱这也没啥好招待的，想一口好的，还得自己劳心劳力的上山。嫂子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给你们添了麻烦倒是。别客气，一客气就显得特假。一人喝碗汤，咱再开喝。桌上的菜除了昨天捕的鱼，还有就是卤的大骨头棒子和炖的鸡汤。本地人的做法，先将大骨头棒子微卤一下，然后再跟酸菜放一起炖，还别说味道真不赖，酸咸适中，一点不腻。明天龙子你就别搁那赶山了，小站陪着我们就是。你明天看能不能打在野味，昨天吃鱼，今天吃山货，明天给我这俩兄弟也安排点不一样的。放心吧，春哥，我看能不能打几只飞龙。飞龙是啥？林浩本想问，结果被李刚抢了先。一种野鸡，学名好像叫花尾真鸡，那味道可是绝了，鲜的你都不想咽下去。有句俗语叫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所谓的龙肉就是指飞龙，它跟家禽不一样，肉是雪白的。不过要吃这个就得看龙子的本事和运气了。李刚听得咽了一口口水，巴巴地看着龙子。龙哥，咱以汤代酒走一个。
龙子不免苦笑。春哥，你真会给我下套，那飞龙可没那么好碰着，就算我要出钱收，也没地儿买去。张哥嘿嘿笑了一声，不算给龙子下任务，但多少得让他有点压力，别拿只獾子就想对付过去。林浩尝了一口猴头菇，爽滑鲜嫩，自然没得说，但好像也没有太过特殊之处，倒是细品之下还有一丝微微的苦味，但并不明显，可以接受。栾荣媳妇又说了一个消息，昨天邻村的一头牛在西南那片山走丢了，今天上午10几个村民才找到，找到时已经只剩下一只没肉的牛腿，被老虎吃了。李刚瞪大眼问道：应该是的，这不稀奇，在本地老虎祸害家畜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不是，一头牛那么大个，一只老虎一天就吃完了。林浩也很是好奇，一头牛少说也有300-500斤吧，老虎的饭量这么大的吗？而且他也知道，一般固定的区域内是不会出现成群的老虎，通常都是一只，除非是特定的交配季节才会出现一公一母。一山不容二虎，便是这么个理。老虎也聪明着呢，它会把吃剩下的肉藏起来，一般会叼着远离作案现场，就是怕其他动物来偷抢。龙子作为老赶山人，对于山里攻击性较强的动物都有一些了解。其实老虎不是恶极了，一般也不会攻击人类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人类同样危险。老虎还好，最烦人的是熊瞎子，养蜂人都恨死了。这帮家伙经常来祸害蜂箱，不仅偷蜂蜜，还把蜂箱都给端走扔了。渐渐，酒桌上的氛围就热闹起来，听得林浩和李刚一愣一愣的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栾荣让大家排队洗澡，累了就先睡。飞熊猛的前窜腾空，有力的前掌直拍老虎的面门，老虎本能的躲闪。次日，林浩看到今天的幸运值，他心中大喜，今天居然有82点，算是相当高了。看来终于要到自己发挥的时候。阿浩，和你说话呢，你在想啥？乐成这样？张哥拱了拱愣神的林浩。哦，张哥说什么？我们在说今天去哪儿？昨天咱去的是东边，今天咱去东北方向。西南边呢？林浩刚刚可是看了，系统指定的方向是西南，这要是去东北可就完球了。咱今天只有3个人，昨天才传出西南有老虎出没，那边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林浩有些纠结，他当然不能拿大家的安全来开玩笑，就算他自己觉得以自己的战力值不惧任何的凶猛动物，但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。况且以张哥沉稳的性子，必然是不会同意的，叫兄弟来玩的，可不是叫兄弟来冒险的。他正在想着对策，李刚走了出来。我躺在床上想了想，我要是不去，怕你们赶山的空军。声音懒懒的，带着一股子欠揍的气质。张哥见他那怂相，笑了笑。行了，快点去洗漱吧，就开始说胡话了。李刚咧嘴笑了笑。林浩左手伸进了口袋里，没一会手机铃声便响了。他掏出看了眼来电，又向众人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容，便拿着手机到了院中，接起了电话。没一会，林浩走了过来。你这业务也太忙了，大清早就有电话。阿浩没事吧？张哥瞪了一眼李刚，随即又看向林浩，关心地问道：这么早就来电话，显然是有急事才对。没啥事，张哥，家里人知道我一早可能会进山，怕到时打不通，所以掐着点打来的。不过我今天可能赶不了山了。咋的？你想背离大部队？李刚还真说到点子上了，但林浩自然没法承认，倒不是他想骗人，只是他说出真话来，张哥肯定不会同意。我要去一趟白山，那边有点事要处理。白山啊，那也不远。张哥嘀咕了一句，又看了眼众人，这才道：龙子，要不今天不赶山了，你们都和龙子去打猎，我开车送阿浩去。不等栾荣回复，林浩立马制止：张哥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县城不是有去白山的班车吗？我直接过去就行，那边有朋友会接应，主要是一点私事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听了此话，张哥以为是自己不便露面，便不再强求。那行，我吃完就送你去县城，刚好能赶最早的一班车。对了，晚上能赶回来吗？暂时不确定，明天天黑前肯定回来。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关机，你们就不用联系我了。阿浩，我这搞得咋像特务接头呢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真要出卖啥情报？坦白从宽。滚你丫的！林浩没有带箱子，这倒让张哥稍稍安心，至少这小子不会从白山就直接回家了。走吧，阿浩，你既然有事，咱就宜早不宜迟。龙哥，要是打到飞龙，可一定要给我留一只，我还没尝过呢。龙子笑着说了一定。等到林浩离开，大家大眼瞪小眼。栾荣看向李刚问道：又少了一个，咱接着赶山。李刚犹豫了一下，看向龙子：龙哥，咱去打猎和赶山，哪个更累？那你看打什么？要是打獾子这些，咱还是得进山，而且还要往里再走走，边上经常有人出没，都被吓跑了。要是打飞龙的话，咱就不用爬山，找较平坦的水泡子边，有草就行。那玩意可爱在那样的地方。栾哥，咱还是一起去打猎吧。
李刚笑看着栾荣，今天还跟着赶山，他本就在强撑，这回大腿内侧还又酸又胀呢。行，那咱就打猎。张哥路上一再叮嘱林浩，万一有啥事不顺利，记得第一时间打电话。他在白山也认识几个朋友。张哥是家中长辈安排的，我也推脱不了，主要他们之间的事又不想让他人过多知。咱兄弟之间就不用解释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就行。林浩心中愧疚感愈浓，赶忙让张哥先回去。张哥，家里还有一位呢，他可不比我省心，你就回去吧。我一个大老爷们，你咋还把我当孩子呢？行吧，那我就先回了。见张哥开车走远，出了车站先找到一家劳保店，买了2双手套、1顶帽子，再就是赶山的工具，背篓、蛇皮袋、几个刷子、吃食等用品。接着又到买摩托车的地方，花了8000多买了一辆摩托车。至于铲子，等一下上山后，直接从系统购买一把沙铲就行，那玩意锋利，比买的好使。一路骑着摩托车来到白山脚底下，找地方放好摩托车，一切搞定，将小东西扔进背篓里，再把背篓一背，手中拿着从系统刚买的沙铲，便进入了林子里。走了大概10多分钟，他先用沙铲砍了一节木棍，学着栾哥那样敲着两边的杂草，一声嘶吼让他全身的鸡皮疙瘩又长了出来，也震得山野中小动物四散而逃，树鸟精灵飞起，树高林密，林浩根本看不到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嘶吼。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离开时，又听到了一声嘶吼，这一声与刚刚有些不同，很明显并非出自同一种动物之口，初听之下有点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，声音大小与之前不遑多让。在育空地区接触过灰熊的他，大概能听出这是熊瞎子发出的声音。那么之前第一声又是谁发出的呢？出于对自身实力的信心，又实在按不下好奇心，林浩还是顺着越来越急的嘶吼声方向寻了过去。他在山坡上，这下他看得清楚了，一熊一虎正在对峙。东北虎的整个后背弓起，毛发炸起，嘴巴大开，露出一嘴的獠牙，喉咙深处的嘶吼声就没有停过。与之相比，黑熊就显得比较淡定，摇晃着肥硕的大屁股，一扭一扭的缓慢靠近，喉咙里同样发出低吼。林浩有些纳闷，东北虎在山林之中，除了人类，并没有天敌的存在。即便是壮如黑熊，一般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这个黑熊是吃了自己的心，不然为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老虎？他的视力极好，不一会就发现了问题。那只老虎身上有伤，站立时明显右前腿使不上力。卧槽，趁人之危！他嘀咕了一句，立马又改口，不对，是乘虎之危。熊瞎子，你不当熊啊！两只大家伙距离逐渐靠近，离着还有10多米时，黑熊猛地前窜腾空，有力的前掌直拍老虎的面门，老虎本能的躲闪，但受伤的腿部影响到了动作，只是稍稍左挪了半步。虽说没让黑熊拍实，但到底还是给拍中了。肥硕的身体被拍得滚出去好几米，大猫被拍得有点迷糊，好一会才挣扎着起身，然后快速地摇着脑袋。林浩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就算对自己再自信，这一刻他也是不敢上前制止的。两只凶兽明显都暴躁起来，到时别再把他给当食物了。大猫也很聪明，知道如果再让距离拉开，自己的腿使不上力，根本威胁不到黑熊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拉近距离，逮着机会一击命中。当熊瞎子又一次扑过来时，他这次没有再躲，而是利用2条有力的后腿猛地蹬地，让身体也凭空而起。就见一熊一虎在半空中狠狠地撞在一起，落地后便缠斗到了一起，边上的杂草被压平，两只大家伙还在不停地翻滚着。一时之间，林浩还真看不清到底是谁占了上风。说实话，他有些不看好大猫，一是带伤，二是作战的方式。要知道大猫虽然不小，但体格比黑熊还是小了1号。之所以平日里黑熊打不过大猫，是因为大猫非常的灵活，但现在大猫放弃了自己的优势，采用了更倾向于黑熊的战斗方式。就在他打算把宝压在黑熊身上时，下一刻就听到了黑熊一声响亮的惨叫，这是中招了呀！就在他感叹大猫的牛逼时，随即又传来了大猫的一声惨叫，妈的，打个毛，2败俱伤了吧！大猫惨叫声起，也松了咬住黑熊的嘴。就见黑熊快速翻身而起，然后颠颠地往远处跑去，真的是颠，动作和之前的大猫差不多，有一条腿明显是使不上劲了。黑熊离开，卧在地上的大猫再度发出一声嘶吼，好像是再一次宣布他才是这一片林子里的王者。只是你丫叫了半天，咋不站起来呢？见没有热闹可看，林浩打算老实的接着找山货。说实话，他有点害怕，所以并不敢靠近大猫，但要让他就这么回去，他无论如何也是不甘心的。只是没走几步，他叹了口气，再度折返。大猫还趴在那一动不动，原本带伤的他，跟黑熊的战争显然伤势又加重了。隔着老远，大猫就感觉到了他，勉强的抬起头颅，一个大圆脸看向林浩。别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，给你看看伤，我救过不少，在外国救过小美，还有海上的铁柱和胡子。哦，那个胡子不是说你同类，而是虎鲸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一旦紧张时嘴巴就会碎碎念。这一招好像很管用，大猫居然低下了头，原本立起的毛发这回又再度趴下了。别怕，都是小伤。林浩终于走到了面前，也看清了这家伙的伤势。林浩还是壮着胆子低下了身，
先在大猫的头上轻抚几下，一是平抚它的情绪，二是看它配不配合。好一会，大猫居然发出如同小猫一样的呢喃声，又缓缓地闭上了双眼。林浩这才稍放松心神，背部的伤看着吓人，其实并不致命，但腿伤很麻烦。对于野外的大猫，失去行动能力就代表着死亡。老虎还算是相当配合，虽然腿部复位很疼，但它还是控制着没有乱动，只是呼吸越来越粗重。林浩先将其腿部复位，然后打开系统，开始向大猫输入幸运值。3分钟左右，林浩消耗了800点的幸运值。当系统数据不再有变化时，他这才拿开握住老虎腿部的手，在其头上轻拍一下。好了，以后注意点，还有别去祸害老乡的牛羊了。林子里的狍子啊、鹿啊，还不够你吃的是吧？反正你吃了又不会被抓。念叨了一会，林浩直起腰后退一步，原本一直趴着的老虎一下子翻身而起，似乎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伤真的好了。他还在旁边转了几圈，接着便与林浩对视一动不动。农夫与蛇，东郭先生与狼，要不要我跟你讲讲？你可不行恩将仇报的。好了，你去玩吧，我也要继续干活了。话说这破山哪里有野山餐，你知道不？太艰难找了。林浩没有转身，还是不敢背对着老虎，而是就这么后退着与对方拉开距离，再度对着站在那位洞的老虎挥了挥手。他正打算转身，余光突然发现老虎动了，他快速的将背篓一放，把沙场握在了手里。结果老虎并没有明显的前扑动作，似乎是怕他误会，所以靠过来的步伐非常的缓慢，走2步就会停一下，确定他没有误会，这才又迈步。喉咙深处先是发出类似于牛叫一样哞哞的咕哝声，接着就是一种特殊的唧唧声，嘴巴闭合，完全由鼻孔吹出的气体所产生的声音。这2种声音与他震撼威胁对手时的咆哮完全不同。林浩自然听不懂老虎这些不同声音代表的意思，但他大概能感觉到对方并没有恶意，他没有放下沙铲，而是让握铲的手下垂，表示自己不会主动攻击。终于老虎还是走到了他的身边，然后便围着他转了2圈，下一刻轻轻的微抬头，叼起了他的衣摆，又轻轻的拉动着。你想让我跟你走？小美是这样，之前的汉塔也是这样，所以林浩大概能猜到对方的心思。好，你松开，前面走，我跟在身后。林浩刚刚也没仔细看这是只公虎还是母虎，还以为他也是让自己去救同类呢。这句话也在试探着，看老虎是不是真能听懂他的话。果然，老虎松开了他的衣摆，接着往南边迈步走去，走了几步又扭头看了眼林浩，见他背上了背篓跟在身后，这才再度迈步。刚开始还好，一人一虎保持匀速前进，相距大概10来步样子。渐渐的，老虎的步伐越来越快。林浩虽然身体素质惊人，但2条腿确实有点干不过4条腿的，而且山路过于不平，他也跑不起来。我说你慢点。他这一喊，老虎还真就停了下来。等他到身边，老虎又一次叼住了他的衣摆，这次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，只是瞪着萌萌的大眼睛，饼一样的大脑袋轻轻的晃动着。你这啥意思啊？林浩还真的不懂。见他问及，老虎松开他的衣摆，然后走到一棵树边，用背抵着树。林浩依旧不懂，片刻他心思一动，你是想驮着我？老虎又一次发出了唧唧的声音，然后走到了他侧边不动。别看我瘦，我挺沉的，虽说没你重，但驮着可不轻松，你行不行啊？老虎偏头看着他，一双眼睛中似乎在催促他快点。林浩不再犹豫，直接趴到了老虎的背上，下一刻如同骑马一样，双腿一夹。虎子，出发！老虎像是得了命令，迈开4蹄。刚开始好像是怕林浩掉下来，所以他只是小跑。确定林浩安全后，他越跑越快。林浩就感觉耳边的风呼呼的，路上不时遇到的小动物也都快速的逃窜。他微微直起腰，突然感觉自己是这片大地的王，来巡视领地的即视感，高兴、兴奋、新奇。脑海中蹦出了不少关于虎的成语：狐假虎威、骑虎难下。不对，自己现在应该是骑虎难下，哈哈。虽然老虎跑得很快，但一点都不颠簸。林浩松开一只手，在大头上轻拍一下。给你起个名字吧，胡子不行，重名了。对了，你是公虎还是母老虎来着？就叫你战神怎么样？这个名字够霸气吧？似乎是对这个名字很满意，老虎又一次发出了哞哞的叫声。话说老外一直把狮子排第1位，你应该能干过狮子吧？好像也够呛。狮子是群居，这么说来，你们排名第1是因为不够团结啊？说完这话，林浩自己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战神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林浩有些担心起来，真怕战神把他带到深山老林，然后这货才跑了，到时迷了路的自己不定要在山里当多久的野人呢。战神自然是没法回答他的，只是带着他接着往南跑。林浩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地势越来越高，又跑了半个小时，战神开始放慢脚步，终于来到一个稍对较平坦的地方，他彻底停下了。林浩翻身下来，伸手在战神的头部轻挠着，面上带着一丝悔意。这是哪儿？战神鼻子里传来2声唧唧的声响，下一刻前迈几步就对着一株草开始刨了起来。林浩随意看了一眼，下一刻瞪大了双眼。人参，刺五家。他赶忙上前仔细辨认，下一刻确定是人参的叶子，立马喝止。
战神别动。人参沃土浅，根须多，他真怕战神不小心把根系刨断了。战神很听话，说不让动他便不再动，而是移步到旁边，直接趴在了地上休息。林浩想了想，掏出一瓶水，将地上刨了一个浅坑，又从包里翻出一个塑料袋铺在坑上，这才将水倒进去。喝吧，战神。伸出大舌头还舔食。林浩没再管他，这会将目光投向了那株人参上边。让他兴奋不已的是，这是一株6品叶的山参，保守估计也有10年左右了，而且从茎秆的粗细来看，炉头肯定不小。山参是有轮回之说的，所以鲜少见7品叶，因为大多数山参长到6品叶后，会经历几十年只长根快不再多长叶的过程，而几十年之后，人参又会轮回，从2品或3品叶开长。所以在山上能看到的7品叶，并不一定是参龄最长的，但一定足够稀奇。林浩观察了一番人参后，便开始着手清理。他没有想着接土，因为这本身就有技术难度，一个接不好，直接把参须就干断了，还不如直接开整。先将上面的叶头去除，只留着茎秆部分，然后顺着叶头将铲头面朝下，轻轻地刮开土层。等到炉头露出来时，大概就能判断出参是往哪边握的，可以顺着握参的方向轻轻地拨弄，铲和刷子换着弄。这个过程比较麻烦的就是地里除了参须，还有别的植物细小的根系，这时就要分清到底是其他植物的还是参须。昨晚看峦荣岛感觉并不难，今天自己动手方知道不好干。爬山1个来小时，他几乎都不见汗，但这会儿额头已经布满了细微的汗珠。终于花费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他终于将参完整的刨了出来，看了一眼炉头面上大喜，虽然上边附着很多的泥土，一时之间看不清炉碗，但毛估这一只参至少有30年往上了，加上泥土约在3-4两的重量，回去清净晒干，说不得能得1颗1两左右的参。他这边刚忙完，战神居然也站了起来，走到近前叼起了他的衣服。还有，这次战神回复他的是叽叽声。行，别急，我先把这1颗参收起来。这次战神没有再驮着他，而是当先迈步往东南边走去。林浩背上背篓紧随其后，这一走又是半个小时。战神又一次停下之后，这次不用他指引，林浩就看到了人参的踪迹，揉了揉眼睛，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结果细数之后发现还真是7品叶。拿着铲子比上一次更加的小心，这一株耗费的时间更长，因为参须不仅多，而且极长，最长的一根林浩感觉比自己的手臂还要长些，根部主干也不小，比刚刚挖的那一颗大了1圈。哈哈，找到了，终于碰到了一株。等将完好的参取出，他大喜不已，又看向战神道：大猫，谢了。战神居然低声咆哮了一声，林浩再度大笑。好好，你不叫大猫，你叫战神行了吧？战神趴在地上，又一次发出了叽叽声。这一颗参林浩保守点估计，应该也到了100年。有了这一颗，总算对得起自己这一趟跑这么远了，也对得起早先上山所有的花销。先等一下，我吃点东西。林浩在战神的大头上拍了拍，掏出背篓里的吃食，想了想，扔了一块卤肉给他，尝尝味吧，我可没本事喂饱你。战神伸出舌头，然后一卷，足有1斤多重的一块卤肉就不见了。吃完之后，林浩又喝了点水休息片刻，一人一虎再度出发。这次走的时间不久，连半个小时都没到，就碰到第3颗，结果发现这是1颗2品叶的人参，从茎的大小来看应该不大。战神，找大点的，这个太小了。战神原本已经趴在地上休息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又一次站起，扭头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转向东边走去。这次就走得蛮久了，接近1个半小时，找到的居然只是一株4品叶的。林浩有些气馁，看来战神也尽力了，上年份的野山参确实是太稀有了，聊胜于无，自己看不上，但就这做人情也是极好的了。如此想着便动手开干，结果当他将参挖出来后，才发现这居然又是1颗达到100年的人参。他一拍脑袋，对呀，山参的叶片是轮回的，差一点就忘了这一茬。不过战神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？不去纠结，这货连山参都能认出来，能分辨出参龄也正常，况且发生在自己身上难以解释的事太多了，又不在意多这一件。此刻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，林中能见度已经很低，不过战神是猫科动物，光线对它是造不成太大危害的。又一次开始找山参的路上，林浩走起来就比较费劲了，战神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困难，所以他又一次爬到了战神的背上，一直到晚上近8点，他们又找到了2株，2颗大概都在50年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今晚先休息吧，战神你就别走了。战神听懂他的意思后，又一次趴在了地上。好了，今天你再帮我找1天。战神叽叽地叫了2声。林浩将东西收拾好，背上之后，便跟在战神身后，开始又一次的寻参之行。整个上午，他又挖了4颗参，其中1颗过了100年，其他3颗从40年左右到70-80年的皆有。中午时分，林浩开始吃饭，
战神在他面前低声的哞了几句，爪子也在地上刨着，情绪好像有点激动。你要走了？林浩不确定的问道。战神叽叽了2声，似乎是告诉他猜对了，接着又昂起头，耳朵微微的动着，听着四周的动静。林浩有些不舍，在他的大头上轻抚了2下。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与黑熊干的时候要注意策略。结果他话还没说完，战神就跑了。妹的，礼貌呢？也不等老子把话说完，这么多家伙中，就你最不听话。林浩埋怨了一句，坐下开始接着吃，没有战神防卫和帮忙，他打算吃完就回去。虽说他已经闹不清自己身处何处，但他知道方向，只要往北边走，总会出山的。咽下最后一口肉，将剩下的半瓶水拧紧扔进背篓里。就在他打算离开时，就听到一阵嗦嗦的声音，顺着动静传来的方向看过去，发现战神居然又回来了，嘴里还叼着一只鹿。感情这家伙不是走了，而是为自己准备午餐去了。几十公斤的鹿，战神叼着好像一点都不费力，晃悠着走到他面前，然后直接放在了他的脚下，叽叽了2声，像是在邀请他一起吃，又好像是在表功。林浩嫌弃地看了一眼战神那血渍拉呼的嘴，连连摆手：“你吃吧，这玩意我就不吃了，你吃没事，我吃就得踩缝纫机了。”战神哞叫了2声，林浩笑着在他大头上轻拍了一下：“战神，出发！”这次战神又要驮他，林浩自然乐得不用走，而且在骑背上真的很舒服，一点不硌屁股。一直到3点钟左右，林浩又起完一只餐，手在战神的大头上一阵的抚摸：“能带我去咱俩见面的地方吗？”战神叼了一下他的衣摆，他也识趣的再度上了虎背。战神的速度很快，即便是高低不平、树草丛生的林子中，他也能达到40-50公里的时速，远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。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，一人一虎又回到了最初相见的那片空地。林浩从虎背上下来：“谢谢你，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，记得保护好自己。”战神似乎也知道到了分别的时候，嘴中叽叽的声音就一直没停过。互动了一会，林浩转身往外走，这里离他放摩托车的地方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，他要趁着还有自然光，抓紧时间出林子。不要再跟着了，回去吧。走了一会，发现战神还跟着他，他又回头叮嘱了一句。不过他在走时，战神依旧跟着，他也没有再说什么。终于到了林子的边缘，战神再度走到他面前，在他的腿边小心地蹭了蹭。林浩也将背篓里还剩下的一点肉全部拿出，喂给了他吃。等到吃完，又给他喂了点水，这才在他的大脸上一阵的揉搓。好好活着，别干不自量力的事，去吧。战神又在他身旁转了2圈，鼻子吸溜着，似乎要记住他身上的气味。差不多1-2分钟，战神才扭头缓步往山林中走去。林浩的心中也有些离别的愁绪，看着战神的身影彻底消失，他这才把摩托车给推了出来，接着又将背篓里的东西收拾了一番。2天的收获非常的可观，大大小小的人参一共收获了21只，紫灵芝和红灵芝并不多，路上倒是碰到不少，但他的精力全在人身上了，所以有些压根就没踩。将这些全部塞进背包里，林浩又在旁边挖了个小坑，将自己的沙铲埋了，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，在澡堂子里泡了澡后，又换了身衣服，这才开机拨通了张哥的电话。你吓死我们了，你小子咋回事？说电话打不通，还真就关了2天机啊！你狼哥都快要报警了。不好意思，张哥，我这没事就好，啥也别说了，你在车站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张哥有点懵，你从白山骑着玩意过来的？不是，这哪来的？回家再说。张哥一头雾水，但林浩勤那小心谨慎的样子，只得嘀咕了一句：“当先开路。”一前一后回到栾荣的家，栾荣和李刚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见他骑着摩托车，2人的神情也都差不多。阿浩，什么情况？先进屋。张哥挥手让李刚暂时别问，帮着林浩将摩托车推进了院子里。栾荣媳妇见着人也是松了口气，快点洗一洗，我再把菜掖一下。嫂子，您先别急，我找我栾哥商量点事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栾荣虽不知道啥事，指了指东头屋，到那边吧。又扭头对自己媳妇道：“饭菜稍等一下再掖，你顺便看一下门。”4人相继进了东头屋，张哥的栾荣对视一眼，都以为林浩是碰到了啥难心事，只有李刚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。快点的，为了等你，我们到现在也没吃，肚子早抗议了。林浩背包的东西，保守估计肯定值个7位数了，其实就这么拿出来，多少有些风险。他早先的考虑就是明天就回家，这些东西就不给大家看了。但从回来张哥的态度，让他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厚道。一番心理斗争之后，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张哥几人的人品。龙哥和战哥呢？2人回家了，明天不打算上山，2人在这也没啥事了。林浩没再开口问其他的，而是从背包里开始往外掏东西。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个拴紧的布条，3人又懵了。
大哥，你该不会去一趟白山，就是为了进雷馆吧？不是，你要这玩意干啥啊？李刚压低声道。林浩愣了愣，看着长条一样的一个个布包，还别说，真有点像伪装的雷管。真是雷管。栾荣也惊了，这玩意以前不要紧，现在可是抓得严。不是，张哥，你帮着打开，放心，不危险，不过要小心点。没危险还要小心点。李刚吐槽了一句。林浩索性不再理他，等他从背包里将剩下的几朵灵芝掏出来，大家就更猛了。阿浩，这是你收的？栾荣拿起一朵，紧接着又嘀咕了一句：“还湿的，这是仙品啊，你早上收的。”这会张哥已经打开了一个小布包，当看清里面的东西后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哪来的？栾荣也凑近，只一眼就惊在了原地，好一会才喃喃道：“多少年？这是多少年呢？”上边还有泥土，具体的成色还看不清，但对于参都不陌生，所以一看就知道年头不少。这些都是张哥打开的一包，小心的递给栾荣，又看了一眼炕上一个个小小的布包，迫不及待的问了起来。得到确认回复，他同样心情激荡，久久无言。不是，这些从哪来的？阿浩，你太不厚道了，去收餐也不叫我一起。对了，你该叫上张哥的，就你那水平，别被人骗了。李刚小嘴巴巴的没完，然后又问及栾荣：“栾哥，这是野生的还是原生啊？”正宗的野三参。张哥愣了好一会，再度小心的打开一包，栾荣的目光又很快盯到了新的一只。天啊，又是一个老年份的，比我手上的这一只更好。张哥没有再打开，而是数了一下剩下的布包数量，都是。见林浩点头，他叹了口气，小心的将打开的2包也收拢起来，等到自己心情平复才道：“阿浩，能说吗？”张哥，对你们没啥好隐瞒的，这就是我上山2天采的。2天你就采了这么多？栾荣被这句话震懵了，他和李刚的认知差不多，以为林浩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收的，没想到这是一个人采的。天啊，什么时候人参这么多了？一个人2天就能采到20来只，关键还都是好年份的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别打岔，阿浩，你接着说。张哥瞪了一眼栾荣，让他声音低一点。昨天我就想去西南边看看，但你们也知道那边有老虎。林浩简略的将经过给说了，当然他并没有说是一只大猫带着自己一起找的，只说自己运气好，那片山估计经常有老虎出没，所以没人敢山，才让自己有了这收获。没碰到危险。栾荣有些心动，只一趟可就致富了呀，要说他没点想法怎么可能？林浩自然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犹豫一下还是道：“栾哥，这次还真挺危险的，我刚上山没一会就碰到熊瞎子和一只大虎在打架。”他尽量把过程说得惊心动魄一点，听得张哥和栾哥面上阵青阵白，而李刚那货则是一脸的懊恼，深恨这样的热闹自己没有碰着。栾哥，咱家现在小日子也不错，2个侄子年岁还小，你可是顶梁柱。话到这里，林浩也就没有再接着说。张哥点头附和。荣子，阿浩说的没错，他这一趟也就是运气逆天，否则可就危险了。要是真想去的话，就多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人，大家商量一下，收入平摊，这样才不会起纷争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张哥说平分，原因就怕某人万一挖到一株价值连城的参，在林子里就中了黑枪，要是平分的话，想着在值钱也会有自己一份，心里就会平衡一些。又说了一会话，三人也慢慢消化和接受了林浩上山有大收获的事实。张哥也从之前的惊喜情绪中走出，开始不断的数落起林浩来。我叫你来的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冒险呢？就你还缺你栾哥？阿浩，我不知道你身价，但也知你不差钱，以后这样的事别干了。知道了，张哥，当时看到熊虎打架，我腿也吓软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干这么没脑子的事。见他态度诚恳，张哥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将几个小布包简单拴了一下，然后再度塞进包里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咱一起弄。快洗手，咱先吃饭，今晚有点忙。大家一起吃啊，我一个人咋吃？他不好意思的将碗推到了中间。你就别客气了，昨天龙子运气好，蹲了1天，换了3个碟儿，总共打了5只，我们都吃过了，这就是留给你的。名不虚传，就这几筷子肉，就让我觉得来这一趟太值了。哈哈哈，我听荣子说你邀请他去你那边。张哥，到时你把家人也带上，反正开年后你们这也没啥事，就去玩个10几天，我房子也建好了，到时连酒店都不用住。行，那到时就去烦你去。李刚一举手，我也去。单身狗不接待。你扎心了啊。4人又再度全挤进了东头屋。咱先说好，这些东西只限于我们4人知道，这可开不得玩笑，为这些敢拼命的人可不少。张哥无比严肃地说道。栾荣也不生气，笑着看向林浩，相信你蓝哥不？这话就多余，咱快点搞完好睡觉。感情恶人是我是吧？张哥的一句话让4人之间彻底轻松了下来。我这一只至少有45年。阿浩，采到的时候是几品叶？栾哥，这里除了1颗是4品叶，1颗7品叶的，其他都是6品叶。有7品的，哪一只？林浩挠了挠头，混在一起记不清了。你说你也不知道做个记号，这是干得真迷糊。张哥埋怨着，
不过郁闷的情绪转瞬即逝，将自己刷出的一只递给栾荣。荣子，看看这只怕有60年了。其实数炉碗对于年龄较小的餐很准确，但对于餐龄较长的炉碗就没有那么清晰了，要根据餐体的纹路、颜色、身上的珍珠点来综合判断。现在餐体不刷净，两人只能根据餐型、炉头给一个大致的判断。栾荣小心接过张哥手上的一只细看了看，摇头道：不止，这一只至少75年朝上。乖乖，这要是附近谁找到的，这一只就得轰动10里8乡的。啧，阿浩，你说你这叫啥运气？栾哥，我要记啥？林浩笑着岔开话题，不想过多议论这些。我这一只你记上45年，你张哥那只你写75年，纸片丝大写，然后用橡皮筋套在身体，就可以放进泡沫箱里了。林浩依法来做，将2只餐收起来。见栾荣他们又开始工作，他本还想再问，此刻只能闭嘴，避免打扰到两人。村子能看到多少年？栾荣的声音打着颤，不是他没见过世面，但这样的一只餐足以震惊全国，会出人命的那种。张哥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犹豫着道：怕不得有300年朝上了。栾荣虽然认为不止，但他也没有反驳。这种年份的他一时之间也看不准，除非请专业人士来判定。但这样的一只餐，没有万全的安保措施，又如何敢贸然的放出风？阿浩，可惜这玩意也有保质期，不然这只餐可以传家了。张哥的手在餐上轻抚了一下，这才对着一脸平静的林浩道。林浩愣了愣，他还以为这玩意能一直保存下去呢，当即问道：张哥，这能保存多久？一般2至3年，毕竟是草本植物，时间久了会影响药效，最多也别超过5年。针对这只餐，张栾两人足足研究了半个小时，这才不舍得放下，接着开始弄其他的。当刷出第3只100年餐时，两人再度惊叹；刷到第4只时，头碰头研究了片刻，而刷到第5只时，张哥也就来了一句：又有1只。第6只、第7只，两人好像有点麻木了。当21只餐全部刷完，两人已经不知道该有什么表情了。这21只餐看着不占地方，但若是全部出手，估计7位数都不止了。两人可是听过，前2年港城拍出一只400多年的野山餐，一克达到了恐怖的12万元。林浩那只最大年份的也不遑多让，至少也得有个120克以上。真按那个价格算，那可就是1000多万了呀。还好，两人的眼神还算干净，就是吃惊，倒没有其他的想法。阿浩，明天就回吧。我虽然想着让你多玩几天，但这些东西不能再震了，下次有时间可以再来玩。林浩其实还想去松花江钓1、2天鱼的，张哥也有这个打算带他去，但价值连城的人参让两人都明白，不得不放弃预定的行程，快点离开此处。张哥，那我明天也回了。李刚说着，掏出烟给每人打了1支，见林浩2手不闲着，给他的直接塞到了嘴里，帮着点着后，李刚给了张哥一个眼神，说了一句要尿尿，便当先走了出去。没一会，张哥跟栾荣也都走到了院子里。有啥事还要逼着阿浩？张哥好奇地问道。张哥，我想从阿浩那买1只100年的，你和栾哥帮我估个价。我贸然开口，怕阿浩到时报低了。他不是很想从林浩的手上买，因为兄弟之间真不好开价，但这样的100年餐可遇不可求，不从林浩手上买，求着张哥他们代收，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入手。张哥吐出一口烟，想了想道：我刷的有一只120年左右的，晾干大概在70克左右，你真要入手的话，在我看来你出个120万的价格。栾荣点头接着道：100年的这个价格还算合适，当然具体的你和阿浩谈，我们不好参与。李刚谢过后便走进了屋，知道两人要谈买卖，张栾自然不好现在进去。村子，你说我问阿浩我这宰呢，合适不？不动心怎么可能？虽然林浩说的危险，但这样的收获什么样的险也值得冒了。你就别问了，我来开口吧。但先说好，我只会旁敲侧击的试一下。阿浩如果不接话茬，这事就不提了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想着能搞一只40-50年的就行。两人又聊了片刻，听到李刚在门口叫人，这才走了进去。拼手气的时候到了，你们自己挑。张栾两人愕然，只见炕上放着3个拴紧的小布包，与之前未拆的人参一个样。张哥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眉头一拧，言辞拒绝道：阿浩，这太贵重了，你快收起来。刚刚所刷的人参最低年头也有30-40年，拿出去至少了值个5万8万的，说贵重一点不为过。张哥，我是你叫来的，你若不叫我来，我也没这个造化。栾哥要是不住这，我也寻不到那片地方，所以咱就别客气了。我最怕的就是拉扯，咱快点弄好，明天一早你还要送我去吉林，又是几百公里，合着有我没我一个样是吧？李刚郁闷地嘀咕了一句，不过想想还真是这样，自己和阿浩这次的收获还真没有丝毫的因果关系。见者有份，谁叫咱是兄弟呢？这话我乐意听。李刚哈哈一笑，
又看了眼还在犹豫的张鸾两人，手一挥道：“两位老哥，咱就别客气了。阿浩是真心给，咱就收着，贵也好，贱也罢，反正咱又不是只处这一回，一辈子长着呢。”说完，他的目光盯着3个小布包，手摸着下巴犹豫了起来。选哪个呢？我可不能选一个年份最浅的。算了，我年龄小，还是最后一个选吧。张哥、栾哥，快点吧！林浩又在催促着。他之所以选择让他们自己开盲盒，也是不得已。毕竟21只人参，年份和克数完全相同的根本不可能有，他只能选3只相对较近的，但在年份和克数上多少还存在差异，只能用这样的法子，让他们自己看运气了。你说，你这让我说什么好？张哥，你再这么说，就显得咱兄弟好不容易结交的情分太假了。张哥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拱了一下栾荣，挑一个吧。说着，他便要当先动手，不过马上林浩又立马制止了他。咱先说好，不管挑中哪一只，我这不接受退货换货。至于你们之间要换，也别找我来协调。张哥苦笑了一声，便随手拿起了最左边的一只。栾荣跟李刚客气了一番，拿起了中间的一只，剩下的一只自然归了李刚，都没有当场拆开的打算。林浩也没提醒他们，而是掏出早先买的地图，让张哥和栾哥围到近前。我刚刚凭着记忆将我挖参的地方都标注了一下，有些地方比较模糊，你们到时自己找一下。还有我发现的几株明显看着年份不足的，也都标记在上边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感觉面上被臊得有些烧。刚刚还觉得林浩不会把窝子告诉他们，没成想人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方，不仅将挖完的地方告知，连发现几株年份不足的也说了。阿浩，以后你来可以接着挖，这些就不必告诉我们。林浩挥挥手，制止了张哥要说的话。我有这一次经历就够了，两位老哥，咱都不是外人，我知道，我就算不说，你们肯定也会去碰碰运气。与其盲目乱闯，还不如拿着图，最起码有个方向。不是说人参窝子挖了之后会再长吗？不过我之前没有胡说，那片林子真危险，所以你们去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叫2、3个人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将图递给了张哥，对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郑重的接过，小心的折起，装进了自己随身的包里。这可不是一张简单的地图，说是一张藏宝图，也一点不过分。我有2个小小的请求，第一，如果2位老哥挖到年份好的，我全收，价格随行就是，主要是从你们手上收的，我可以完全放心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没再说话，皆是重重的点了一下头。张哥问道：“第2个呢？”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碰到老虎，我之前有句话没说，我进山就碰到了熊瞎子，是老虎救了我一命，我给他起名战神，遇到叫一下。所以如果他不伤害你们，你们不能伤害他。再就是每年你们肯定都会去一次，帮着赶头牛上山吧，不必刻意找他，把牛赶进山里就行。这笔钱每年我会打给张哥，还有外边那辆摩托车就送给栾哥了，今年的牛钱我就不付了。”得到2人的保证，林浩又看向李刚问道：“带的现金还有吗？多少？”从李刚那里接过1万块，他将钱递给栾荣。栾哥，这是给龙哥和战哥的，你给分分。我说了不用，这钱我会给。张哥抢过钱，直接塞进了李刚的包里，这次的态度非常坚决。林浩只得作罢。栾荣回房后，到底还是没忍住，打开小布包看了一眼，随即拿着布包就想再冲回东头屋，结果被他媳妇给叫住了。他们都睡了吧？你又过去干啥？这也太贵重了，咋能收啊？不能收的。本以为林浩给他们每人1只，会是那种50、60年的，但没成想居然是100年的山参。别看就相差了几十年，那价格可是天差地别。50、60年的一只参可能只要1、20万，但只要过了100，没有100万以上肯定是拿不下来的，甚至是更高。啥东西值得你一惊一乍的？栾荣只得耐住性子和自己媳妇解释了起来。真值100多万，值多不少。你说说这样的礼咱能收吗？他媳妇也被惊得不轻，他知道林浩和李刚家境肯定不错，但这也太夸张了，价值100万的东西就这么随手送了，而且听自己男人说还送了3只出去，这是真不在乎还是傻大方啊？你别直接去跟阿浩说，估计村子还不知道呢，你先给村子发个信息，让他出来商量一下。栾荣一想也是这么个理，掏出手机发了个信息，便拿着参站到了院中等着。又咋了？栾荣将自己手中的布包递给他，又打着了手电。你看看吧。张哥细看了看，这次倒没有太惊讶，小心的将餐递还回去，又掏出香烟点着，这才道：“你说阿浩给咱仨的都是100年以上的，另2只我不知道，但按说要给的话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哎，这么重的礼该咋呀？”张哥也头疼了起来，要不还给他？人家都说了不退不换，提前封个口呢。阿浩的情况我不是太了解，但想来抵的是我没法比的，人家看重的是情谊，咱孩子又算什么呢？但这拿在手里烫手啊，还有那张图，哎，给阿浩回去带的东西准备了吗？张哥又问起了另一件事。准备好了，也就一些山货，还有风干的野味，他和刚子1人1箱，现在来看根本拿不出手。可以了，你也别想太多。张哥一根烟抽完，将烟头碾灭，随即笑道：“我算是想明白了，
咱和阿浩相处，又不是看中他送咱的人参，所以啊，咱量力而行，也别考虑太多。真要是回家破业的还人情，那倒是让阿浩难做了。就这么的吧，回去睡觉。张哥走了2步又停下了。那个地图，明天我复印一份给你。放你那就行，反正到时咱一起。张哥便不再啰嗦，回屋休息。栾荣又站了片刻，这才又回了屋。村子咋说？村子说守着就行。哎，他才是最难做的。睡吧，这玩意儿咱也不能捂太久，让村子一起带走，帮着尽快处理掉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栾荣别说现在身体好着，就算真不好，他也是舍不得用的。放在家里不说被鼠虫咬了，要是被偷了那可是哭都没眼泪。若是传出风，晚上直接来抢的都有，还是尽快变现，这样才踏实。村子真说过完年，咱2家一起去阿浩家是玩。他媳妇倒是没啥困意，心情美着呢。他考虑的没那么多，想着马上家里的存款就有100万以上，兴奋的根本睡不着。是啊，阿浩提了2、3次，村子也答应了，到时一起吧。听阿浩说，他盖了一个3亩多的院子，根本不愁住的地方，还有2孩子，一直不是吵着要去看大海吗？也算是随了他们的意。我也没看过大海，听说海水可咸了。你说他们那是不是不用买盐，烧菜舀一瓢海水放里就行了？栾荣哭笑不得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睡吧。两夫妻这一夜说了挺久的话，直到深夜还在嘀嘀咕咕。栾哥，你也去？见栾荣也上了车，林浩好奇问道：“我跟村子一起把你们送到机场。”林浩还待再说不用那么麻烦。张哥已经踩了油门，车子上了大路后，他才道：“你俩的机票我托人买了，你的是下午2点45分的，刚子的是1点50分，比你早了近1个小时。哈哈，来时我迟了1个小时，结果走又提前1个小时。恭喜你阿浩，在东北大地，你比我整整多待了2小时。”林浩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想到来时路上所说的事。刚子，我11月份去拜访李叔成不？你就是带的东西有点多不方便，不然就该跟我一起飞卢省，啥时都行，越快越好。路上几人闭口不谈人参的事，倒是说起了各地的见闻。张哥、栾哥，你们大冬天反正太冷，啥也做不了。11月份阿浩去我那，你们带着家人也去呗，咱再在齐鲁顺利会师。我觉得可行，到时我把我老婆也带着，让李叔觉得只有他儿子是一只单身狗。哈哈哈，那刚子，你好日子就得到头了。一路说说笑笑，到了吉林之后，他们就在机场附近找了一个饭店。吃饭的功夫，张哥给李刚发了个信息，内容大致说明阿浩给的人参是过100年的，回去后别糟蹋了。李刚看了短信，也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在饭桌上再问及，而是看向栾荣。张哥同意去了，栾哥就看你的了，要不等你到家给我电话，我帮你和嫂子请示一下。呵呵，也没什么，就觉得到时得麻烦你不好。没啥麻烦的，到时带你们尝尝正宗的鲁菜，糖醋鲤鱼可不比你们这江焖鱼差。林浩从这货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丝的嘲讽味道，显然对于啥好鱼都酱焖的做法，这货也是不敢苟同的。机场内，李刚似乎有事要和林浩商量，所以一直催促他提前进入候机厅。说吧，到底有啥事？我的登机口不在这边。时间还早，急个什么劲？你给的那只参，我就作价150万，你给个账号吧，咱亲兄弟明算账。但林浩明白，他并不是在开玩笑。刚子，我不瞒你，真要论身家，李叔不定能比得上我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就是想和你说，一只参对于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。要是昨天在山上我就找到一只，我肯定舍不得给你，但给了你们，我还有这么多呢。李刚低头想了想，微微点头。那我就不说这个了，记得一定要把弟妹带着一起来玩，到时我送个小玩意给你们。成，我提前谢过，免得你到时反悔。滚蛋！李刚笑骂了一句，随即又道：找我爸到底干什么？方便的话就先说，我回去先给老头子透个风。林浩看了眼手表，离李刚登机还有40分钟，他索性将李刚拉到稍僻静一点的地方才到。我在美国买了一片矿场。铜矿？咋想起在老美买？不是，这玩意人家老美允许外国人插手。不是铜矿，是金矿。严格来说也不是美国，在加拿大，我有自己路子。李刚瞪大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金矿？卧槽，阿浩你也太牛逼了！声音小点。在林浩不断的提醒下，李刚的情绪稍复，嘴中还是啧啧惊呼：阿浩，能买你该多买些。对了，你买了几亩？35700亩吧，具体的数据我记得不大清了，得回去看看合同。哦，3多少？你鸭仔一惊一乍的，声音小点。不是，你说的是35700多亩。再次得到确认的答复，李刚就一直喃喃着3万，这是多大地方啊？阿浩，原来你真是狗大户，我突然感觉你给一只参有点少了。滚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李刚嬉笑着将他脖子一搂，林地主老财，要不你再赏小的一根。林浩不搭理他的调侃，看了眼手表，还有20分钟你就要登机了，记得回去帮我问一下李叔。你要请一批矿工过去帮你采矿，这不废话吗？要人勤快踏实，
知根知底的最好，每年工作5至6个月，我保证比国内待遇好。林浩说完，便推着自己的行李打算走。3个大箱子，他还得去办拖行，记着早点过来。似乎觉得忘了叮嘱，见他走远，李刚还大声地喊了一声。林浩推着箱子走得更快了。妹的，公众场合，这货也不知道收敛一点。他本想着直飞下市的，打算去见见刘忠伦，顺便送他一只餐，再去船厂看看自己的大船啥情况了。但吉林没有直飞下市，只有飞省城的，他只能是先回家了。到了省城已经是6点多，去本市的大巴早就停了。好在他提前就打了电话，阿和开车来接的他。哥，你咋带这么多东西？阿和吃力地将2个大箱子放在后备箱里，还有一个只能放后排座了。有给你的，等回去再说。对了，大哥说什么时候能出海没有？阿和放好行李，启动车子才回道。这段时间天气也是怪，不是风就是雨，偶尔一天好天气，咱的船又不值当动。我倒是跟阿晨用小船出去放过1、2回盐绳钓，效果还成。平哥说，估计中秋前都没有好天气。靠天吃饭就这样，没法子啊。对了，阿晨家里的事处理好没？他老娘这次好像是铁了心，反正隔3差5就会过来。阿晨在咱镇上租了个房子，就在杰哥家边上，现在很少回家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或许这就是阿晨的想法。要说这事真挺麻烦，村里不好管，派出所更不好管，人家也不是要死要活的闹，就是打着关心呵护的名义，不时送点东西，主动过来打扫卫生，帮着洗涮。这个女人还挺不简单的，估计再过一段时间，邻里都会帮着女人说话，劝阿晨老爹凑合到一起过。哥，还有件事，平平老爹找过我，说是林老二想上咱家的船，你答应了？阿和赶忙摇头。他家婆娘骂过咱，我怎么可能会答应？不过我也不知道咋拒绝老丈人，就说这事得你做主。说完，他呵呵傻笑了一声，显然还是有些怕林浩生气。这么说就对了，以后你不好拒绝不好办的事，就往我这推就行。不过咱也不能对以前的小事斤斤计较，毕竟咱俩以前确实混了些。林老二，他又连着念叨了好几声，突然心中有了一丝的恶趣味。老爹前段时间还说，林老二和赖包2家现在大账没有，小账不断，全村人就看他2家吵了，还说这要是开放了旅游，来客多，那名声可就要闹得举国皆知了。难道这就是谚语所说的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？哥，你想啥呢？阿和，咱2艘船确实要嫁人，你回去就和你老丈杆子说，别说我轻易就答应了，说是你求了我好久，我才勉强答应的。干啥？我不要做好人。要不是这货在开车，头上肯定少不了1巴掌。你笨啊，这个好人我做有啥意义？老林对我印象好不好？对我半点影响都没有。哦，不是哥，咱就真的饶了林老二。别废话，还有你记着，你要大明大放的去林老2家，与其拔高些通知他，最好是选赖包老婆在门口时。为什么？别啰嗦，按我说的办就行了。2个小时的路程，到了市里，大哥和嫂子一直等着他一起吃晚饭。陈雪今天也没回镇上。饭后，阿和赶黑要回家，不愿意在市里多待。他的心思，林浩多少能摸得准，这是在向自己表明改过自新了。行，那你先回去，我今晚就不回了，明天回去再说。送走阿和，林浩又打开箱子，开始给大哥留点土产。至于山参，他给了大哥2只，一只过100年的，一只60年左右的。千万别当成自己买的党参炖鸡就放了。